只因太子爷随口说了一句喜欢穿白裙子的女生，闺蜜便记在了心里，不仅让我替她假唱，还斥巨资买下一身白裙，只为了在校园歌手大赛上吸引太子爷的注意。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太子爷不仅是我的竹马，他说喜欢穿白裙子的女生也是我。可上辈子我猪油蒙了心，只喜欢清冷校草，甚至不惜与家族决裂也要嫁给他。最终竹马心灰意冷，远走异国。我如愿嫁给校草，用人脉替他铺路，换来的却是她和闺蜜在颁奖仪式官宣，我却被闺蜜一脚踹下台阶，惨死重来一次。当闺蜜再次邀请我替她假唱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转头却将竹马约了出来。我跑到约定地点时，只见陆明飞早就到了，他半躺在一棵樱花树下，过分修长笔直的腿微微屈起，足足跨越了3级的阶梯，腾空的单手有节奏拍打着篮球。我逐渐靠近，才发现他双眸合拢，仿佛在闭目养神，那张无可挑剔的俊脸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映入眼帘。我看得微微一怔，这些年来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顾言泽，竟没意识到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已经出落得如此耀眼。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想趁机敲一下他的额头，却没料到手刚伸出去，就被他准确无误的一把抓住。他慢悠悠睁开眼，眸子里清晰映出我的样子，嘴角扬起一丝笑意，想偷袭我。我有些吃惊，你刚才不是闭着眼吗？属狗的吧你？骂谁呢？没有。我立刻弯起嘴角，换上一副乖巧的表情，夸你呢，嗅觉灵敏。陆明飞一看我这副样子，就知道有求于人。说吧，你有什么事情？我凑近他一些，压低声音说出我的计划。我打算在最佳歌手总决赛上动手脚，但要绕过学生会主席顾言泽的监控，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位让京大一半建筑和器材都印着陆氏捐赠的财阀少爷。我详细说完自己的计划和操作，本以为他会迟疑，没想到他毫无迟疑的点了点头，答应的这么干脆利落。他就不好奇我为什么忽然对好闺蜜下手，或者觉得这事情做的不地道。我眼底漂浮着重重疑惑，被陆明飞一眼看穿了。他抬手轻轻敲了敲我的额头，没良心的小东西，你忘了以前哪次不是你闯祸，我都抵。你翻墙我当踢，你犯错我赔法，就算你要杀人，我都给你递刀，这点事算什么？是啊，除我喜欢顾言泽那件事，只要我不执意奔向别人，他从来对我百依百顺。我抬起头撞进他深如夜色的眼眸，忽然想起前世生命最后的那一刻，他在我耳边撕心裂肺的嘶吼，沈念念。顾言泽眼眶控制不住的发热，声音也微微发颤，陆明飞你真好，既然我这么好，那要不要给我点奖励？陆明飞微微勾唇，眼角眉梢流露出一丝痞气，像昨天那样叫我明哥，他果然很喜欢。要是放在平时我肯定不依，但我现在正在感动头上，别说一声哥，做什么都行，要不我直接认你做哥吧，你比我亲哥还要好。我满眼诚挚地看着他，没想到他脸色瞬间黑了，斩钉截铁般无情拒绝了我。不行，为什么啊？我撇嘴玩笑道，难道怕我成为陆家一员，图谋你的财产啊？陆明飞轻哼一声，你想图谋啊？想把你搜刮得一干二净，那不用认我做哥，有一个更方便快捷合法的方法。什么方法？我疑惑看着他，但他不说，只是一味的嘴角上扬连压都压不住，在想什么好事呢？不说算了，我走了，别想逃。还没叫呢，陆明飞一把拉住我，由于惯性，我差点撞进他怀里。不叫明哥的话，也可以叫声明哥哥，我却浑身一个机灵，鸡皮疙瘩都快掉下来了。明哥哥，俊哥哥，听着跟叫情哥哥似的，好恶心。我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恶心。陆明飞长眸虚眯，行，不叫算了，那奖励扣着，欠我一个。我摇了摇头，佯装伤心道，陆明飞你变了，再也不是小时候天真单纯可爱的模样了，帮忙居然要谈条件了。陆明飞低笑，不用手段，你都要被人骗走了。京大博览馆1年1度最佳歌手总决赛现场，多所高校领导人、学生会代表、选手、粉丝以及热门音乐软件的主播媒体纷纷到场，人山人海。苏雨薇穿着一袭白裙站在选手候场区，透过幕帘朝场下打量，这一届的阵仗竟然这么大。顾言泽作为学生会长，他坐在位置极好的第2排。苏雨薇看着，心跳忽然惊喜的加速，陆少居然也来了。他的身影出现在场馆内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连校长都亲自起身打招呼，将其引到预留的位置上。明哥，你什么时候对歌唱比赛感兴趣了？江浩宇落座，一脸纳闷地看着身边男生。就前几天，陆明飞漫不经心地拿起座位的流程卡，目光定格在最后出场的苏雨薇上。这么突然，江浩宇撇撇嘴，实在搞不懂。家里为他生日请来专业歌手的演出，他都懒得听，更别说这些学生的清唱比赛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位选手，来自京都大学的选手苏雨薇同学，为我们带来《如果这就是爱情》。随后一道纯净清透的、兼具空灵与磁性的嗓音从麦克风中悠扬传出，激励在场人浑身一个战栗，头皮都有些发麻。这也太好听了吧，简直开口跪，确定是清唱。江浩宇这个对音乐毫不感冒的人都觉得十分惊艳，看向舞台，没想到这个女生长得清汤寡水的，声音居然这么华丽。她笑着偏头，才发现陆明飞闭上了眼睛，立体而深邃的五官轮廓在灯光下散发出一股慵懒舒缓的愉悦，仿佛整个人都沉醉其中。再看向台上的女生，刚好穿的白裙子是明哥喜欢的款，台下是热烈的掌声、赞叹的神情、无尽的赞叹。苏雨薇享受极了这种感觉，为了能更好展示自己的裙子和表演，她还转起了圈，眉眼含情，看起来无比深情。然而就在歌曲推向最高潮的那一刻，歌声戛然而止，全场静了一瞬。怎么回事？没声了？奇怪，我看苏雨薇的嘴巴还在动啊，是麦克风出问题了吗？几秒后，苏雨薇也意识到不对，她惊慌地停住了动作，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工作人员急忙上台检查设备。喂，麦克风是好的，怎么突然没声了？要不我们换一个麦？不用。苏雨薇急忙拒绝，强作镇定地说道，设备没问题，那我继续。她刻意加重了继续2个字，可后台依旧一片寂静。那个
刚刚中断有点影响状态，我申请休息10分钟。他话音未落，音响中歌声再次响起，苏雨薇的脸刷的一下彻底失了血色，全场哗然。什么情况？他在假唱？假唱也得放录音吧？可今天全是清唱环节，根本没有伴奏带，这明显是别人在替他唱。替唱能这样操作？京都大学的脸都被丢光了，为了赢居然弄虚作假，够精彩的。江浩宇看热闹不嫌事大，喊了一嗓子：“谁在替唱啊？就是谁在替唱啊！”一旦激起千层浪，场馆里其他人也纷纷跟喊了起来。校长、导师们交头接耳的批判，还有同学粉丝们无比厌恶的目光，无不让苏雨薇难堪至极，一时间从天堂跌落地狱，恨不得拔腿就跑。在他转身之际，舞台幕帘缓缓拉开了，一阵细高跟踩着松木地板的清脆声，伴随着少女轻灵婉转的歌声和娇艳动人的容貌，霎时间全场都发出一道道吸冷气声。这也太美了吧，简直声如其人，不可方物。我身着一袭黑色抹胸天鹅裙，脖间佩戴一串珍珠项链，整个人就像从八音盒里走出来的琉璃少女。天哪，她好美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美声甜吗？她是沈念念，大名鼎鼎啊，不愧是校花，太给京都大学长脸了，简直是小仙女。江浩宇被镇住了，他转脸，果然见身边男生已经睁开了眼，目光灼灼地盯着舞台上的女孩，不禁起了调侃心思。明哥是不是看错人了？不是喜欢穿白裙子的吗？应该看他身边那个叫什么薇的，今天喜欢穿黑裙子的，哈哈哈！他忍不住笑了。江浩宇眼前一亮，但看陆明飞总觉得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不像别人看到漂亮女孩的艳羡和欣赏，而是死死盯着我，占有欲浓烈的几乎要溢出来了，仿佛那是他私有的宝贝。陆明飞挺拔身形微微前倾，漫天喧哗的观众呼声都盖不住他胸膛内隐秘而狂热的心跳。没想到这首歌居然不是苏雨薇唱的，而是沈念念。顾妍泽目光也瞬时定住了，妍泽你真是好福气啊，有这么一个优秀漂亮又大方的女孩追，羡慕死人了，还不赶紧从了？别胡说，我怎么胡说了？京大谁不知道，校花沈念念喜欢你这棵金融系高岭之草，追得热火朝天的，也就是你能把持得住，要是换成别人，早就眼巴巴贴过去了。等等，他说着突然将手放在耳边，你听沈念念今天选的这首歌，是不是在公开向你告白呢？台上少女正唱道，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人家难以抗拒你的魅力呢，太浪漫了，这谁受得了啊？妍泽，你跟我说句实话，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他吗？歌曲即将结束，我唱到最后一句，那不是我看清，是我证明我爱你时，目光无意掠过顾妍泽，后者几乎是瞬间错开，他侧过脸，眼神冰凉，没有一丝感情，不喜欢，真的。程阳有意竟然不喜欢他，为什么在人家出场后直勾勾盯着看了那么久？最后一个音节落下，我终于找到了陆明飞，朝他挥了挥手，给了他一个灿然的笑容，少年唇角微微扬起，轻声回应着我也爱你啊，好听好听，打 call 打 call， 疯狂打 call， 沈念念总冠军，沈念念总冠军。场内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所有人都用惊艳而崇拜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只有苏雨薇脸色惨白，盯我的眼神像是淬了毒的刀锋，恨不得从我身上剜下一块肉来。这身装扮，这副表情，我根本就是早有预谋，要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彻底背叛他，让他沦为所有人眼中的笑柄。本以为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白甜，没想到心机深重至此。这个贱人，从今往后你休想靠近妍泽半步。这位同学，虽然我俘获了现场所有人的心，但主办方还是很疑惑，请问你为什么要为苏雨薇选手替唱？不是替唱。我走向苏雨薇，牵起她冰凉僵硬的手，面向观众微笑说道，这是我们共同设计的一个舞台环节。苏雨薇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才忍住没把我甩开。舞台设计，这怎么讲？本届大赛的参赛指南第10条明确鼓励创新舞台表现，我们正是结合最近热议的冒牌货现象，设计了这场具有现实意义的表演。不仅如此，从网络海选到晋级赛的所有曲目也一直是由苏雨薇出镜由我献声。原来如此，的确非常新颖，完全出乎意料，这都可以，太会玩了吧！现场再度沸腾起来，喧闹声中我微移开麦克风，低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雨薇，后台出了点意外，我这样随机应变，你不会生气吧？苏雨薇气得浑身发抖，我明明就是故意的，故意设计他耍弄他，抢走本该属于他的荣誉和光芒，当众践踏他的尊严，一句句冒牌货像刀子一样扎进他心里，而现在我居然还假惺惺的装好人。见他没有回应，我将麦克风移回嘴边，朗声问道，你说是不是啊，雨薇？苏雨薇指甲狠狠掐进掌心，几乎要把那条白裙子扣破，可他什么也不能说，一旦否认，不仅当场丢尽脸面，更可能被学校以舞弊名义处分。半晌，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个恩字。主办方经过短暂合议，最终认定表演符合赛制，并盛赞这是一出极具创意的舞台设计。评委们纷纷亮出分数，毫无疑问的最高分。颁奖礼上，校领导、嘉宾和粉丝纷纷上台与我合影。苏雨薇再也受不了这种羞辱，捂着脸冲下舞台。经过顾妍泽时，终于忍不住大哭出声。我望着他逃离的背影，嘴角轻轻扬起，这可比拿奖痛快多了。妍泽，不是我说，被沈念念这种条件的女孩追，简直天上掉馅饼。你要是不珍惜，哪天真被人抢走了，后悔都来不及。程阳还在旁边絮絮叨叨，顾妍泽忽然站起身。同一时间，前排的陆明飞站了起来，两人擦肩而过。借着粉丝合影环节，陆明飞大大方方地张开双臂拥抱我，可快要松开的时候，却有些舍不得了。谢谢。我回拥着他，快要松手时，发现他还在抱着，而且我还感觉裙子下硬邦邦的东西抵着我。他低头就看到一个香槟色礼盒，这是什么？打开来看看。沈俊熙恋恋不舍地松开手，花！苏念生打开盖子，眼前一亮，阵阵馥郁芬芳的花香伴随着娇艳欲滴的新鲜花朵一起涌入眼帘，让人心旷神怡。小卡片上还附着小冠军万岁。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夺冠啊？你做什么不是出类拔萃的？算你懂我。苏念生笑意涔涔，一起合个影就合个影，那你还想干什么？我想。沈俊熙垂眸，瞳孔极深地看着他。今天晚上约你。可以啊，不过要做什么？当然是。沈俊熙说着，忽然抬起手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要你还人情了。哎呦，苏念生捂着额头，
最近已经被他偷袭2次了。小气鬼，就欠你一个，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去。沈俊熙散漫勾唇，他确实迫不及待。苏念生垫脚，想要报复回去，被他一把拦住肩膀。看镜头，茄子。啊！少女没有说茄子，而是呲着牙，像只发怒的小野猫。不公平！他都穿了10厘米的高跟鞋，竟然还和他差一大截。晚上，宿舍里空无一人。苏念生看着赵梦涵和许悦刚才还给他发要请吃饭的消息，现在就空荡荡不见人影的座椅，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被林以轩拉去哭诉自己的罪责了。他懒得问，换完衣服直接去赴沈俊熙的约，可到了地点就后悔了，后悔因为答应了鸽子舍友的约饭，而拒绝他将约会地点定在餐厅，自己现在被饿得像只鸽子，肚子咕咕直叫。本来想问沈俊熙有没有吃饭，没想到一见面他就像变魔法般从身后拎出了一个蛋糕礼盒，礼盒是半透明式的，里面装着蝴蝶酥、蒙布朗、芒果班戟和一些他平常喜爱的小零食，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这些都是给我的。他惊喜地抬起头，除了你这个甜品脑袋，还有谁爱吃这些？谁说的？喜爱吃这些的女生可多了。苏念生拆开一小盒栗子蒙布朗，待尝到熟悉的软糯绵密滋味后，心底不禁升起一阵感动。鲜花、蛋糕，他有多久没收到过了？前世他追在石于白身后，全心全意的付出讨好，完全忽略了自己，以至于最后连身体被掏空了都不知道。现在才开始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和被宠爱的感觉。会有人因为你的成功而送上鲜花，会有人记得你的喜好，一件件不嫌麻烦的买齐。第010章，做我的宝贝是吗？沈俊熙垂眸，不经意对上了他的眼神。少女一双纯净明媚的漂亮杏眸中噙着点点水意，像漫天散开的星星，璀璨又迷人。而每一颗星子中心都是她，她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脸庞，给人一种满心满眼都是她的错觉。沈小溪，你怎么这么好？苏念生喃喃，嗓音微颤，刚想凑近他，就被男生倏地伸出手，一把捂住了眼睛，拉开了距离。你干什么？没沈俊熙强装镇定，但明显变了调的语气，还是泄露了他的心绪。他只是被他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会克制不住心动，克制不住想狠狠欺负他的欲望。你最近怎么总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苏念生，他有这么明显吗？因为我发现你越来越帅了，审美突飞猛进啊！沈俊熙嘴角浮起一抹痞气的笑，就是发现的有点晚，哥一直这么帅。切，自恋狂！苏念生笑着朝嘴里送了一勺蒙布朗。校园的夜晚，徐徐的清风，浓郁的花香混合着蛋糕的甜蜜气息，身边还有年少的竹马作伴，一切都是那么惬意，让少女的心也不禁柔软了起来。以前的习以为常，现在却觉得弥足珍贵。对了，你想要的奖励是什么？沈俊熙，做我的宝贝。什么可嗨嗨？他话音刚落，苏念生就猝不及防地被一口栗子泥给噎住了，低头疯狂咳嗽了起来，不知道是被惊的还是被吓的。沈俊熙伸出手，一边帮他顺着背，一边悠悠凑到他耳际，深邃长眸虚眯，语气促狭：我说的是足球宝贝，你在想什么呢？苏念生尴尬的脸都红了，抬起头来，水光潋滟的星眸中尽是羞窘，分明是你说话有歧义。呵，沈俊熙低哼，看着他过度惊吓的红晕脸庞，目光凉凉的磨了磨后槽牙，就算有歧义，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苏念生，你有球赛啊？商学院组织了一场国贸系和金融系之间的友谊赛，时间定在下周3。他说到金融系的时候，微微掀眸，观察他的表情，却见他眉眼间风平浪静，一丝波澜都没有。可以啊，不就是拿着手花在赛前为你跳一支加油助威的舞吗？对我来说小 case。你确定？沈俊熙扬眉，不先看看金融系的参赛人员名单，有什么好看的？苏念生疑惑，纯澈明净瞳眸在星光映照下显得赤亮而诚挚。不管对面是谁，我都永远支持你。少女轻飘飘的一句话，如雷霆万钧般落在少年心湖，激烈的掀起万丈波涛，让他一时间都愣住了。半晌，才稍稍偏过去头，一望无际晴空中布满的星星，阳春3月里盛开的花朵，此刻都不及他心情1/1000美丽。刚才试探的不愉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甜蜜。苏念生抬眸，看到斑驳的月光洒落在他身上，被英俊立体的五官分割成了2面，一面和煦，一面阴暗，参差交叠的让人看不清神情。但从那根根清晰的压与密结底，明显弯起的唇角深深弧度，可以感觉到他在笑，笑得勾魂夺魄，摄人心智，好看极了。虽然不知道他在傻笑什么，但他也被感染到了，掰下一小块蒙布朗递到他面前，诺，你也吃点。不了，沈俊熙拒绝了，他现在已经够甜了，再甜血糖都要超标了。10点钟，林以轩、赵梦涵和许悦已经回到了宿舍。苏念生推开门，见他们还没有上床，以为都被林以轩煽动了，决定集体对他开火。
没想到赵梦涵和许悦像平时一样主动和他打招呼，而林以轩也一扫之前在舞台上的狼狈与愤怒，开开心心的拾起了衣服。梦涵，你说我是穿这件运动风的好看，还是穿这件淑女风的好看啊？运动风的也好。他拿起那件运动风短袖，运动风比较适合球赛。球赛？是啊，刚当我们聚完餐，于白约我去楼下见面，说是商学院最近要组织一场球赛，他代表金融系出场，特别邀请我作为啦啦队队长，为他加油助威。对了，到时候你和许悦都去啊，我给你预留了位置，现场有好多帅哥呢。他说完，赵梦涵和许悦不约而同地看向苏念生，眼底不禁流露出同情。他那么喜欢石于白，却连这个消息都不知道，肯定是对方不想让他知道，更别提参加啦啦队了。更何况现在还惹怒了以轩，以后怕是没什么接近他的机会了。二人默默摇了摇头，被同情的对象却没有任何感觉，唯一的想法是，怪不得刚才沈俊熙让他看看金融系参赛人员的名单再做决定，这小子也不相信他放弃追石于白了。林以轩说完，暗暗放下衣服，观察他的反应，见他神态如常，没有任何变化，嘴角的骄傲渐渐变成了嘲讽。装什么呢？听到于白邀请他进啦啦队，心都在滴血吧？活该！这才只是个开始。苏念生，你给我等着！周三，京都大学绿茵场，由商学院举行的国贸系与金融系足球友谊赛，吸引了一大批人前来观看，男女生人数各参半，甚至还有外校的闻讯特地赶来。女生大多是冲着京大赫赫有名的两大风云校草沈俊熙和石于白的神级颜值而来，男生则是单纯冲着沈俊熙这个早年就曾身披过10号球衣，代表帝都出战周边各个城市屡战屡胜的青井小球王而来。比赛还未开始，场地周边便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气氛热闹，沸腾一片。专门加油助威的足球宝贝们陆续出场，由林以轩领头，率着金融系的啦啦队伍走向左半场。石于白朝他身后扫去，只有赵梦涵和许悦，目光不由怔住了。第011章，举止亲密。段成宇看到对面已经挥舞起了手花，呐喊起了口号，而自己这边寂静一片，不由纳闷了。俊哥，你的足球宝贝呢？看看人家对面的啦啦队多热闹，平时追你的小美女从京大都能排到苏黎世联邦理工了，这关键时候怎么一个都没了？怎么没有？沈俊熙抛弃手里足球，落在指尖急速旋转，这不是足球吗？呵，段成宇被他炫技炫到了，模仿了一下，没成功，破防了。光会耍帅有什么用？足球有了，宝贝呢？哇！话音刚落，周围忽然响起了一阵喧声，如潮水般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段成宇愣住了，好奇转身，顺着人群视线看去，谁啊？出场阵仗比俊哥还大，当空骄阳似火，透过峥嵘树梢空隙洒下点点斑驳光圈，尽数落在从宿舍楼走出的少女身上。她穿着一袭经典 JK 裙，上面是版型精致、剪裁合身的白色衬衫，将漂亮一字肩和纤细清冷腰线展现得淋漓尽致。胸前搭配一个元气满满的深蓝色领结，下面是同色系百褶裙搭配短袜，一双修挺笔直的长腿，肤色白皙细腻到刺人眼。微风拂过，轻轻撩起她3000乌黑柔密的长发，露出娇艳迷人、又纯又欲的绝美脸庞。她置身于阳光下，行走在绿茵场上，犹如冲破二次元静止的斯曼女，明媚而耀眼，惹得一众球员和观众们尖叫连连。她好美啊！长发飘飘，青春靓丽，简直就是每个男生心目中都曾幻想过的校园顶级初恋女神啊！京大的校花这么顶的吗？段成宇再次被镇住了。上次见到还是优雅高贵的黑天鹅，这次就变成了清纯迷人的校园女神。这位校花风格真多变啊！谁要做她男朋友？真幸福了！哇塞！程浩激动的连连拍着身边男生的肩，于白，校花来给你加油了！这美貌都轰动全校了，真有面子啊！可石于白看着却神色平静，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好像早已预料到了。程浩不禁啧啧，真淡定啊！果然是被偏爱的有恃无恐，要是冲他来的，光是这漫天的呼声都够他虚荣心爆炸了。生生，许悦看到苏念生，眼底闪过惊艳之色。他穿 JK 制服可真好看啊，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赵梦涵也觉得好看，但不太敢夸，只看向林以轩。果然，林以轩在看到女生的那一刻，就停下了手里的所有动作。苏念生，他怎么来了？还打扮得这么风骚，是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勾引于白吗？真够不要脸的，连邀请都没收到，就死皮赖脸的跑过来倒贴。他眼底渐渐充满了轻蔑和鄙夷，拿着手花朝石于白走去，看待会他过来，他怎么当众嘲讽他？来了！沈俊熙扔开足球，眸光急急地盯着逐渐映入眼帘的少女。段成宇一脸疑惑，什么来了？他唇角轻翘，我的宝贝来了。段成宇更加疑惑了，苏念生，金融系的啦啦队好像没有邀请你吧？不请自来，原来你这么便宜的吗？俊哥，你开什么玩笑呢？他肯定是来给石于白加油哎。
当苏念生踏上左半场，距离金融系球队越来越近时，林以轩开口嘲讽，段成宇也摇了摇头。可没想到，少女并没有理会他，脚步也没有停留，似乎把他和石玉白当作空气般，直接忽略掉了，继续朝右半场走去。石玉白见势，眉头微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全场观众也懵了，苏念生不是来给石玉白加油的吗？不是吧？真是来给军哥你加油的？段成宇目瞪口呆。是啊。苏念生背着手停在了他们面前，沈俊熙抬起手中队旗，为他遮挡阳光，流连着笑意的眸子朝他身后睨去。藏什么呢？哈哈！这一细微体贴的动作引得不少人尖叫了起来。好甜啊！虽然不知道苏念生和沈俊熙是怎么认识的，但俊男美女站在一起，天然的就有一种氛围感，不断朝外面冒粉红泡泡，让人看着就赏心悦目。好东西！苏念生挑了挑眉，沈俊熙看着他跳跃在眉眼间的狡黠神采，像只暗戳戳要搞恶作剧的小狐狸，顿时有股不祥的预感。他眯了眯眼睛，果然，下一秒，女孩就从身后拿出了一个巨大的卷轴，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打开了。鲜红的矩形画幅上用黑体大字清晰地写着：“无限魅力你最强，沈少全场实力王。”噗！段成宇看到的一瞬间就喷了水，观众也哈哈大笑起来。沈俊熙唇角的弧度更深了，只是为他遮阳的小旗子换到了自己脸上。苏小生，你也太土了吧？土怎么了？不是刚好符合你的气质？苏念生微微踮起脚尖，不怀好意地凑过去，做事要拨开他脸上的旗子。别害羞啊，沈少！大大方方的沈俊熙屈指要敲他，被他早有准备，身形灵巧地躲避了过去。二人甜蜜而养眼的互动，成为赛前一大看点，全场氛围热烈而高昂。只有石玉白看着那一幕，脸色格外漆黑。程浩站在他身边，都感受到一阵阵袭来的冷意，不由尴尬地挠了挠头。原来校花不是来给玉白加油的，而是对方。我就说吧，像苏念生这种漂亮、优秀又大方的女孩子，吃香得很，不好好珍惜的话，稍不留意就被人抢走了。林以轩也傻眼了，放大的瞳孔都不可思议地微微颤动。他是怎么认识沈少的？举止还那么亲密，一定是最佳歌手总决赛那天，他臭不要脸的上去勾搭沈少。这个贱人！思及此，他气得恨不得将手里手花生生碾碎，抢走了他的机遇，现在居然还想抢走他心仪的男生。第012章，帮我带上生生什么时候和沈少认识了？赵梦涵惊讶，许悦也呆呆的摇头，不知道，但看起来他和沈少竟然配多了。两个人都是顶级优越、偏浓颜系的贵气长相，光是站在一起，气场就非常的合拍，让人生出无限遐思。要我为你跳一支舞吗？苏念生收起横幅就要有动作，可弧度优美的身材曲线还未扭动，就被沈俊熙制止了。不用了，他怕看完他受不了，没办法比赛了。比赛要开始了，喜欢什么比分？这么狂！苏念生扬唇朝金融系球队看了一眼，林峰他们就好。好嘞，校花。守门员呲着个大牙就跑了过来，被沈俊熙一把按回去了。保证完成任务。林以轩接触到他那个得意洋洋的眼神，顿时更气了。石玉白看着脚下的足球，眼神也变了。嘟！伴随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大家本以为一场校园联谊赛，氛围应该是轻松友好的，可看着看着，感觉有点不对劲。绿茵场上剑拔弩张，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表现，尤其是双方的10号两大主角校草沈俊熙和石玉白，本该是王不见王的前锋，居然对峙起来了，彼此之间弥漫着一股不见硝烟的浓浓火药味，赛事也因此而变得精彩不已。沈俊熙率先带球进入对方禁区，石玉白首次退回防守这么深，用尽全身力气和面积阻挡他，可不料他后脚跟轻飘飘地挑起足球，一个漂亮彩虹过人，直接绕过了他，小角度精准射门，1比0。沈少，沈少，沈少，无限魅力你最强，沈少全场实力王。观众席立即响起了一阵呼声，还用上了苏念生的口号。沈俊熙朝人群中正在鼓掌的少女比了一个像公主 salute 的手势，顿时惹得一大群女生捧心。他太帅了吧！呜呜！苏念生也笑眼弯弯。臭屁！队长，对不起啊，我刚才失位了。后卫垂着脑袋走过来，向石玉白道歉。这位向来以平和大度出名的队长，第一次没有回应他。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国贸系再次发起进攻。沈俊熙拿球一路从中场带到对方半场，眼看着就要完成一条龙了。石玉白忽然从侧面猛地放铲，企图夺回球权，但却又被他敏捷地被身术绕了过去，骗过防守队员，直接掉了一脚死角射门。2比0。观众席再次响起一阵热烈的呼声。沈俊熙和石玉白擦肩而过时，扯了扯嘴角，嘲讽意味尽显。过你就像过清晨的马路。石玉白脸色一瞬间紧绷，难看极了。接下来他的踢法变得愈发凶狠激烈，频频上身体对抗，尺度大到被裁判出示黄牌警告，可依旧改变不了比赛的风向。3比0，4比0，5比0。
国贸系势如破竹，金融系节节败退。沈少太帅了啊！不愧是大名鼎鼎的青锦赛球王啊！打金融系那群球员就像打小孩一样，人怎么可以帅得人神共愤，还强得令人发指啊！简直逆天！人生遗愿清单一，倾倒沈俊熙。赵梦涵和许悦本来在看热闹，但看着看着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月月，你没觉得沈俊熙和石于白之间的气氛很奇怪吗？何止奇怪啊，简直是针锋相对，快要打起来了。是啊，你说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过节，这也不过是场普通的友谊赛，用得着打得这么凶吗？许悦被他说的一怔，脑海忽地里有灵光闪过，小声猜测道：该不会是因为生生吧？怎么可能？即使他压低声音，还是被林以轩听到了，厉声驳斥道：他和沈少才认识多久？沈少怎么可能为了他针对于白？于白就更不可能了，他只是想赢而已。也是，赵梦涵和许悦想了想，点了点头。生生应该是刚认识沈少，否则早就和他们说了。至于石于白，不厌恶他就不错了。那是为了什么呢？林以轩一脸紧张地看着赛况。虽然沈少每次进球他都很开心，心脏控制不住砰砰直跳，可再这样下去，场面就太难看了。毕竟他是代表金融系的啦啦队。卧槽，这一脚可太帅了！世界波啊！我录下来了。嘟，第94分钟，中场哨声响起，伴随着沈俊熙一脚石破天惊的世界波，本次友谊赛比分以7比0，国贸系大胜金融系结束。一散场，所有球员和观众都激动地奔向草地，热情赞美，祝贺沈俊熙，包括林以轩。可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主人公却心无旁骛，拿着闪闪发亮的金色奖牌，穿过重重人群，径直走向苏念生。帮我戴上。骄阳炽烈，打在少年略显凌乱的短发上，泛着一层浅浅迷人的金色光晕，立体五官轮廓也被勾勒得深邃而清俊。他微微低着头，看着他像只乖巧的毛茸茸的大狗狗似的，邀请主人给自己奖励。灼灼黑眸底浮荡的深情，如幽不见底的潭水，汹涌的几乎要将人溺毙。段成宇看到，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俊哥，这是不到3个回合就彻底被校花拿下了啊！之前他还以为这个世界上谁都可能沦为女人的玩物，唯独俊哥不会。现在看来，他是第一个沦陷的。好，苏念生接过奖牌，为他戴上。没想到刚戴完就被他一把强势的按入怀中，紧紧抱住。沈俊熙，哇！草地上二人亲密无间的举动引发周围人一阵阵起哄。拍照，林以轩看到，嫉妒的一口牙都快咬碎了。比赛的胜利和快乐是属于国贸系的，而落败的一方金融系则灰头土脸，颓丧无比。算了，技不如人。是啊，又不是小比分输的，没什么可惜的。太丢人了，大家赶紧走吧。球员们纷纷沮丧离场。几个后卫看到石于白还在，身上的球衣已经面目全非，队长袖标也被汗水浸湿了，不禁有些愧疚。这一场他拼尽了全力，进攻、传球、防守，到处都有他的身影。看得出来他是真想赢，可是结果D013章，我有7，他没有队长。抱歉啊，不是我们划水，实在是双方实力悬殊太大。是啊，尤其是沈俊熙，太恐怖了。听说他是好几届的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冠军，还代表帝都出战过多次，战无不胜。输给他没什么丢人的。说得对，一场友谊赛而已，没必要这么认真。况且足球本来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人家金圈太子爷从小就有优渥的条件和闲情逸致踢球玩，咱们这些普通人800辈子也赶不上几个球员走过来试图安慰他。可男生目光依旧定定地盯着人群中心，面色阴沉。程浩知道他们都没安慰到点子上，他看中的根本就不是比赛输赢，而是苏念生。他这个朋友啊，太别扭了，明明心里在乎得很，嘴上却什么都不说。你苏念生惊讶，刚要动弹，就被沈俊熙抱得更紧了。别动，你夺冠了，我都恭喜你。现在我赢了，你不抱抱我？好，苏念生笑了，抗拒不了他的撒娇，伸手回拥着他，祝贺你，沈大球王。欺凌感受到少女柔软手臂环上自己腰身，沈俊熙唇角娇筋扬起，近乎挑衅般看向远处满目阴沉的男生。我有7，他什么都没有。苏念生没听出来他的弦外之音，只以为他在炫耀战绩，点了点头。是，你最厉害了，是整个金大乃至帝都的骄傲。那是不是你的？沈俊熙收回视线，微微低头埋在他的颈窝，肆意吮嗅着少女心田体香。听到回答，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当然也是了。石于白远远看到苏念生回拥着他，晦暗眸底像被人骤然扎进了一根刺，连带着眼角都微微发红。程浩看出了他的心思，一把拦住他的肩。于白，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苏念生和沈俊熙从来都没有过交集，关系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好了？这会不会是他想出的追你新招数，故意找个人刺激你？欲擒故纵，你这么聪明，肯定知道的。不过你也是，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时间久了，就算再热情痴心的女孩子也会心凉的，起码得给人家点希望，不是吗？他说完，
男生脸色果然回温不少，微微拧着眉，若有所思。天呐，你们快看校园贴吧，沈俊熙和苏念生在足球场上拥抱了，两人看起来好般配，甜蜜啊！他们俩在一起了？怎么可能？苏念生不是一直在追石玉白吗？那轰轰烈烈的架势，不得手会罢休吗？那他们会是什么关系？朋友？也有可能。别忘了上次苏念生给石玉白捐款，一出手就是100万，阔绰得很。而且他气质那么出众，又多才多艺的，挺像富家千金。对了，你们还记得最佳歌手总决赛吗？他身上穿的那条裙子，我在时装杂志上看到过，明年的超级款式，出自国外知名设计师之手，一般人有钱都买不到的，说不定家里也是金圈的，和沈少认识很正常。几个女生正在洗手池旁八卦，一道嘲讽声忽然打断了他们。林以轩从卫生间里出来，语气轻蔑，胡说，苏念生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家千金，他家里是收破烂的。啊，收破烂的？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几个女生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林以轩，当然是他亲口说的，亲口告诉你的。你是他什么人？等等。其中一个女生看他有点眼熟，很快就想了起来，他不是那个最佳歌手里苏念生的队友吗？就是一开始被怀疑替唱的。对，我还经常看到他和石玉白一起走，两个人关系好像挺近的。那他说的话有可信度啊。可是苏念生家里如果是收破烂的，怎么会那么有钱？对啊，这年头收破烂这么赚钱了，还能认识沈少，他身边可都是段成宇、钟哲这种财团巨子，普通人哪能接触到金圈的人脉啊？金圈？林以轩冷笑，他配吗？混金圈的不一定就是名媛千金，也有可能是外围，现在这一行可不少挣。他说完直接洗手离开了，只留下一群女生震惊的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他的意思是，卫生间里苏念生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徐徐走出，吓了几个女生一跳，连连惊慌的摆手，都是他说的，和我们可没一点关系啊！走，快走吧，咱们。苏念生看着林以轩的背影，嗓间不由溢出一声轻哼。外围不少挣，他对行情倒是挺了解的。在学校里，他确实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一次无意中听到林以轩说于白仇富，他的家庭被有钱人狠狠伤害过，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娇生惯养、高高在上的女孩子。所以在别人问及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只随意说了个微不足道的边角，做回收生意的。只不过回收的是黄金，到他嘴里却成了破烂。现在他不追石于白了，也没必要再隐藏自己的身份，正好搬出宿舍，改成走读，免得天天面对这样一张令人生厌的脸。只是这几年来他做的荒唐事，说的混账话，把家人气得不轻，都到了断绝关系的地步了，要怎么回去啊？爷爷奶奶和爸爸哥哥可不像沈俊熙这么好哄，撒个娇卖个萌就过去了，想想都令人头大。他咬着冰淇淋，头大地推开宿舍门，就见赵梦涵和许悦一脸喜笑颜开地凑过来，讨好神情明显。你们要吃冰淇淋吗？他掏出袋子里的冰淇淋递给他们，赵梦涵和许悦接过，见是超市里国外零食进口区的高端冰淇淋，单只标价89，不由吃了一惊，这可比他们一天的生活费还多。谢谢你生生。二人拆开包装袋后，心里的愧疚更甚了。许悦，对不起啊生生，上周总决赛后我们不是故意要放你鸽子的，只是以轩当时哭的实在是太伤心了，非要我们陪着，所以赵梦涵也跟着点头。他一向和林以轩关系更好，按理说不用解释这些，但是最近发现生生居然这么有钱。等毕业后他们就要进入社会了，那里可比大学残酷多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即使他家里只是收废品的暴发户，也比普通人有用多了。第014章，校草开始倒贴，没关系。苏念生摇了摇头，这本来就是他和林以轩之间的事情，没必要让他们夹在中间为难。生生，你原谅我们了。生生，你也太大方了吧。二人开心的围过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生生，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变了。是啊，变化好大。有吗？苏念生拿开冰淇淋，哪里变了？他生怕心里还残留着上辈子的抑郁情绪，虽然自己感受不到，但别人却能看出来。可许悦和赵梦涵却给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变得更耀眼了。虽然他以前就很耀眼，但就像一尊名贵的花瓶，美则美矣，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唯一的事情就是天天追在石于白身后，像条怎么甩都甩不掉的小尾巴，连外人看着都有些厌烦。可是现在越来越像一颗星星，源源不断的向外散发着光芒，璀璨而夺目，让人心驰神往。就像今天他在足球场上为沈少助威，穿着 JK 裙，举着横幅，笑容张扬而明媚。就像上次他站在最佳歌手的舞台上，美丽优雅而熠熠生辉，由内而外透露着蓬勃的生命力。对了，生生，以轩说上次最佳歌手总决赛麦克风并没有出问题，而是你故意为之，我们都不相信，你绝对不是这样，我就是故意的。苏念生忽然承认。许悦和赵梦涵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好几秒后才打着哈哈道，故意的也没关系，
本来你就是原唱。宿舍内气氛一时尴尬了起来，两人也不好意思再打听。最好奇的，他和沈少是怎么认识的，纷纷回到座位。苏念生也没有再继续话题，咬着冰淇淋，接着思考该如何回家。笃行楼，工匠精神与特色实践选修课。苏念生背着书包走进教室时，看到了自己的院种同桌方言，两人不由相视一笑。真巧啊，这都能选到一起去。我是因为去年生了场病才耽误选课，被系统自动分配到这么偏的选修课程。你是为什么？还能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之前他一门心思都扑在石玉白身上，根本不在乎学业，导致学分落后一大截。再这样下去，恐怕毕业都是问题。于是便开始疯狂上选修课补分，但由于太迟，所有高分热门的课程都被抢完了，只剩下这种冷到邪门，一个偌大阶梯教室只坐着30-40人的课程。行了，方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又是因为10大校草。他说着，话音倏地变了调。教室门口忽然出现一抹白色身影，男生抱着书，身形颀长，眉眼疏离地走进来时，引起了一阵议论风波。石玉白，他怎么来了？是啊，上这节课的不都是缺学分过来补的吗？他可是堂堂金融系第一，又是学生会会长，学分早就满了吧？说不定是对课程内容感兴趣，可信程度还不如他开始对苏念生感兴趣了呢。看，校花就坐在那里。是哦，该不会苏念生念念不忘，引来回响了吧？哎，方言惊讶地张着嘴巴，连连拍苏念生。你快看谁来了！苏念生抬起头就看到了石玉白，神色不由怔住了。他怎么会来？以他的成绩，学校多少高分热门课程的教授都争抢着要，需要来修这么冷门的科目。正疑惑着，石玉白停住了脚步，朝讲台下看去，目光刚好与他汇聚。1秒、2秒、3秒，久久未移开时，苏念生皱起了眉。记忆中，他追他的前几年，他连正眼都没瞧过他一眼，现在却盯了那么久，该不会是以为他想缠着他，才故意和他选相同的课吧？呵，他猜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不料下一秒，男生就走下台阶，径直坐在了他前面。哟，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么多空位置，偏偏坐在你前面。方言见势，八卦之心熊熊燃起，疯狂给他递眼神。苏念生眉头皱得更深了，他也不知道，或许他已经达到了视他为空气的地步。刚好他也是，今天这么给面子啊。选修课老师走进教室，见最近学校里的名人、京大最漂亮的女生和最优秀的男生之一都在，心情顿时都愉悦了起来。把这些材料发下去，今天我们来学习搭建模型，每个人都会抽到一套盲盒模型零件，拼成的形状各不相同，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要求大家1个半小时内完成并上交，算是作业的一部分，计入学分。当然，有不会的可以相互帮助、交流和询问，养成合作的好习惯。这是什么？这么多，我都看不出来它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拼啊？方言拆开盲盒，一个头2个大。苏念生也没看出来自己拿到的是个什么模型，但好在他运气比较好，零件数量只有方言的1半。幸好今天有学霸在，咱们不会的都可以问。方言一边说着，一边朝他眨眼睛，暗示他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光明正大的接近石玉白。可女孩却面无表情的低头，认真搭建模型。你问吧，我可以。哎，他纳闷了，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平时像块牛皮糖一样死缠烂打粘在校草身后，怎么甩都甩不掉。今天对方主动送上门了，他居然无动于衷。你傻了？他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苏念生，你再耽误时间就做不完了。对，上课铃一敲响，很多人就争先恐后的在石玉白周围坐下了，积极询问他模型搭建法，他也耐心的一一解答。只是一直在等待的，平时环绕在耳边轻灵而活跃的少女声音却迟迟未响起。第40分钟，他率先完成模型搭建，一艘游轮，豪华大气的外表下，处处都透露着精巧的细节，惹得老师赞不绝口，拿起来在黑板前展示。大家都暂停一下，来欣赏石玉白同学的作品。第015章，我肯定喜欢你这么精美。他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短短40分钟就能搭建出一艘轮船，不愧是金融系首屈一指的才子啊！和学霸一起上课，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众人议论纷纷，只有一处没有抬起头。石玉白朝他看去，他手里正在拼装的是一只蝴蝶的翅膀，但额前微微散落下的几绺发丝和轻轻扇动的丛密羽结，更像是真正的蝴蝶翅膀。大家都要向石玉白同学多多学习。还有谁做好了吗？接下来陆陆续续有人上交作品，老师根据搭建的时间和完成度打分，打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布置作业。课后还有个手工作业，需要大家分组合作完成，成绩同样计入学分。下面我点名几个组长，同学们可以自由申请加入。老师点的第一个人名就是石玉白，几乎全班的同学都积极在纸条上写好名字，递交给他申请加入。方言也不例外，他在写名的时候看了一眼苏念生，见他还在认真的拼装模型，就没有打扰。
直接把他的名字也加上了。石于白收到入组申请，一张张扔开纸条，直到看到最后一张上的3个字，清淡唇边露出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大功告成！苏念生的手工一向不怎么样，紧赶慢赶的，终于在下课之前完成了模型。他将一只粉色蝴蝶上交的时候，得到了老师的点评，很漂亮，就是速度有点慢，90分。谢谢老师，他只要能及格，拿到学分就行。好了，下课了，大家的分数都已经打完了，老师也带不走这么多作品，不如每人上来挑选一件自己喜欢的带回去，就当是这堂课的纪念品了。好啊，好啊。话落，一群人蜂拥上去。石于白走上讲台，拿走了角落里的一只粉色蝴蝶。老师看到，有些惊讶，本以为他会从95分以上的优秀作品中挑选一件，没想到选择了这么一件成绩和造型都平平无奇的作品。他看着一直捧在手心欣赏的轮船，又看了一眼台下正在收拾书包的女孩，顿时心领神会。苏念生走上台，老师将手中的轮船模型递给他，这是本节课唯一一件满分作品，看你对模型搭建挺感兴趣的，拿回去做个参考吧。苏念生看着上面勾画的100分，还有刺眼的石于白3个字，立即拒绝了。谢谢老师，不用了，我对模型搭建没有什么天赋。但他话还没说完，讲台上最后一件作品都被拿走了。没有天赋才要好好学习，拿着吧。老师将模型强行塞给他，转身就走了。教室里只剩下零星几个同学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时不时朝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还有拿出手机拍照的。他运气真好啊，拿到了石于白的作品。是啊，我还以为老师自己要拿回去做纪念呢，没想到给他了。他那么喜欢石于白，拿到了他亲手搭建的模型，估计要高兴疯了吧。苏念生微微垂眸，看着手中的轮船模型，嘲讽悄无声息地爬满眼角。如果是上辈子，他确实会欣喜若狂，视若珍宝，但现在他径直走出去，丢进了垃圾桶。周末，工匠精神与特色实践选修课大群里弹出一则消息：10点钟，第一小组到学校阅览室集合作业，组长石于白，组员方言、郭海涛、倪文书。苏念生看到自己的名字时，迷糊睡眼一下子清醒了。怎么会有他？皱眉之际，方言发来了消息：生生，你居然被石于白选上了 ，Amazing！ 递交组员申请名单时，我还以为他看到你的名字会划掉，毕竟想进第一小组的人那么多，没想到这么顺利。你漫漫无期的单相思生涯，不会要迎来曙光了吧？原来是他。苏念生闭上眼睛，磨了磨牙，谁让你帮我申请的？当然是我们这么多年坚固的同桌友谊情了。你那点心思，我还能不知道吗？能帮就帮了，别太感谢我啊！有空请我吃学校门口的那家椰子鸡火锅就行了。馋很久了。苏念生见他沉浸在自我感动中不能自拔，想着就算是解释也会得到和室友一样的反应，便无语地发过去一段语音：既然你这么乐于助人，今天的小组作业也帮我一起签到，完成了吧？不是吧？方言震惊，这么大好的接近石于白机会，你不要？不要？谁爱要谁要？方言，他想起上次选修公开课，石于白出现并且坐在他前面，他也毫无反应，这也太反常了吧？总不会不喜欢石于白了吧？那不可能，上学这么多年，他就没见过像苏念生追石于白这么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的霸道追法。就算是天塌了，他的心意也不可能改变。苏念生，事成之后3顿椰子鸡火锅。好嘞。方言不好奇了，只一味地戳着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表情包。金大阅览室休闲交流区，第一小组成员接到群内通知，纷纷到达地点，见石于白早就在了，而且和平时不太一样。哇塞，组长今天真帅啊！是啊，好像换风格了，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他总是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在学校里已经成了标志性符号。今天换了一件天水碧色条纹外套，里面叠穿的衬衣还打了端正的领结，整个人看起来清俊又时尚，给一贯冷淡的气质添加了几分活泛。不愧是我们金大2大校草之一啊，稍稍打扮一下就比明星还帅了。那和另外一个比呢？石于白开嗓，组员们愣住了。组长，这是在说沈少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一向不喜欢别人过度关注他的外表，更别说点评了。今天居然主动拿自己和沈少相比，这年头不流行雌竞，流行雄竞吗？那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哪里都不一样。一个是高岭之草，另一个是天神下凡，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就这么说吧，一个男生思考几秒后拍了拍胸脯，我要是女生，我肯定喜欢你。旁边几个女生疯狂点头表示认同，因为沈少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石于白听了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唇角微微，心情看上去不错。第016章，脏了的东西我不会再要，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迟到吧？方言匆匆忙忙地赶到阅览室时，石于白抬头朝他身后看去，苏念生没和你一起来吗？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让我帮忙代为签到和完成作业。组长，你把他的那一份分给我就行了。他话落，男生尚未触及眼底的笑意消失了。不可以啊，我的组内
不可以代替签到和作业，必须本人到场。方言听完，只觉得自己的3锅椰子鸡被一脚踹翻了。这么严格，没必要吧？只是个课外作业而已，又没有老师监督，他还想再争取一下，但石于白直接拿起了手机。解决完作业问题，苏念生拉了拉被子，准备睡个回笼觉，没想到手机又响了起来。这次选修课大群里，他的名字直接被醒目的圈了出来。石于白，团体作业必须本人亲自到场并完成，否则是作未参加，记零学分1管253。苏念生他看完眯起了眼睛，石于白是故意的吧？课外作业代签这种常规操作，他也要管？怪不得会同意他进组，原来是方便刁难。他原本想直接退群，不要学分了，可临近学期末，他又准备回家向家人道歉，要是连课程都没上完，需要补修，就太没诚意了。想了想，他忍住了，把我的作业留下，我晚点过去。组长，我的部分完成了，先走了。组长，我也走了，拜拜。走了，去吃午饭了。快到中午，组员们陆续离开，方言收拾书包准备走人，好奇地看着早已完成任务却仍然端方坐着，丝毫没有离开意思的石于白。组长，你不走吗？我还要再整合一下。好，那我先走了。他前脚刚走，后脚便有一群女生远远看到了石于白。那是会长，运气这么好，居然碰上了会长，快过去！00012点的闹钟响起，苏念生才慢悠悠从宿舍出发，这个点过去应该没人了吧？这么想着，他刚一踏进阅览室，就看到了石于白，还有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学生会女生以及3、2个室友。交流区，一群人也纷纷抬起头来看他。几个原本对着石于白笑容满面的女生，此时嘴角全都收敛了起来，上下打量他的眼神中夹杂着微妙的情绪。苏念生，他怎么来了？来追会长的呗，艺术系的，难不成是来学习的？哈哈，他可真有精力啊，天天想方设法的跟着，连午饭时间都不放过，不像咱们理工科和金融系的争分夺秒，时间都不够用，根本做不了其他的。那是人家艺术系的又不靠实力，有脸就请校花来了。程浩看到他，顿时眼前一亮，转向身边男生，他就说，之前在足球场上，苏念生和沈俊熙故作熟悉亲密，就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于白也是够厉害的，稍稍给点甜头，他就又屁颠的追上来了。看，是于白的小尾巴来了，真羡慕哥们啊，被这么一个大美女天天追着。大美女又怎么了？你心目中的女神，人家眼里的舔狗罢了。几个室友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的议论着，一群人眼中的调笑和敌意，满地都快溢出来了。苏念生扯了扯唇，转身就要走，不料石于白喊住了他，苏念生，过来。他清淡疏离声音中带着一丝强势命令的味道，让苏念生脚步霎时定住了。这语气就像在唤一只小猫小狗。周围顿时有人闷笑出了声，苏念生神色也渐渐冷了下来。他前世究竟是怎么忍耐的？他转身刚要开口，人群中有个叫赵一航的男生笑嘻嘻地站了起来，校花来了，又是来追于白的吧？他踉踉跄跄地朝他走来，眼神迷瞪，脸腮通红，还没靠近，一股浓浓的酒气就扑面而来。苏念生皱眉，刚要后退，忽然他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有不明颜色的混合呕吐物喷洒在地上，溅落在他身上，让他一时间脸色发白，浑身僵硬。石于白见势，眼神一紧，立即站起了身。舒服，吐出来舒服多了。哎呦，弄到你身上了，抱歉啊，中午喝的有点多。赵一航吐完，抬起头来继续笑嘻嘻地看着他，嘴里说着抱歉，眼底却一丝歉意都没有。反正他那么喜欢于白，他是于白的室友，他肯定不会介意的。石于白过来，看到少女被弄脏污的鹅黄色外套，是一件奢牌，价值上万。我会赔偿的。不用。苏念生被狠狠恶心到了，许久才发出声音。他眼神极冷地看着他，脏了的东西我不会再要。随即脱下外套扔了就走。石于白低头看着地上被丢弃的衣服，缓缓俯身捡了起来，脑海中不断闪现他刚才看着他的表情和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哟，生气了？赵一航有些稀奇地看着女孩离开的背影，他还会生气呢？于白，我看他以前不是怎么被你拒绝都不生气的吗？他好笑地看向身旁男生，却被他眼底不知何时酝酿起的风暴吓了一跳。于白，你怎么话音未落，他就被石于白一把拖过，径直走向卫生间。那姿势不像是拖着一个人，而是一个垃圾之类的物件。于白，哗啦啦，卫生间里冷水被开到最大，很快就溢满了洗手池。于白，你要干神无？赵一航的话被尽数淹没在冰凉刺骨的水中，头如涮水的拖把般，一遍遍被人拖出。按下，口鼻里呛的全是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石于白看着他，眼神比手底的水还凉。帮你醒酒。交流区，一群人原本还在看笑话，但听到卫生间里的动静，全都噤声了，后背还隐隐有些发毛。从来没见会长生过这么大的气。
他好像并没有传言中那般不在意苏念生。第017章，别人叫是恶心，他叫是舒心，你在刷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还是上次的足球赛赛前视频里的沈俊熙和苏念生互动好甜啊！我天天在贴吧里看他们，都快变成 CP 粉了。下面帖子不是说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吗？可能是专门为比赛设计的助威环节。你别入戏太深了，胡说，他们认识的。之前体育馆有人说沈少在打拳，苏念生去看了，还叫了他俊哥啊！想想那画面就好甜好肉麻啊！俊哥，林以轩经过动漫角，听到他们的议论，停下了脚步。怪不得沈少会认识他，原来是他主动上去勾引的。看来金翅根本比不过不要脸，他不能再循序渐进了。太可惜了，刚才爆出来的那把天弓被钟哲捡走了。俊哥，下次可就轮到我了啊！你一个镶边怪，要什么装备？够了啊你，得了便宜还卖怪。国贸系大楼，段成宇追着钟哲，身后是漫不经心的男生，他单手背着双肩包，漆黑零碎短发在阳光照耀下焕发出一层绚烂光芒，衬地身体眉眼都透露出逼人的英气，叫人只是远远看一眼就忍不住心脏狂跳。林以轩握着手中饮料，有些紧张地低下头，直冲冲朝他们走去。擦肩而过时，他忽然脚一崴，整个人都摇摇欲坠，朝男生身上倒去。后者闪躲及时，但仍被他大幅度倾洒出来的饮料泼湿了包，黄绿色浓稠液体模糊一片。段成宇听到动静，转身刚好看到那一幕，忍不住发出一道长嘶声。俊哥可是有很严重洁癖的。对不起，对不起。林以轩半跌半倒在地上，微微抬起头仰望着他，眼中充斥着无比愧疚和楚楚可怜的光芒。你怎么回事？走路也不看。段成宇本来想过来训斥他，但看到那表情没忍心。怎么好像他才是受害者似的。钟哲扫了一眼，很快就看出了猫腻，怎么都大学了，还有人喜欢玩这种低级的把戏。俊熙，你没事吧？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把包给我吧，我一定会清洗干净的。俊哥。他一道低声羞怯的俊哥落下，原本只是轻微皱眉的男生脸色忧得挂不住了，浑身散发出比寒冰还要冷冽的气息。他拿出里面的书，直接将包扔进垃圾桶离开了，全程没有看他一眼，更没有和他说一句话，让林以轩顿时难堪的无所适从。怎么会这样？这和他预想的场景完全不一样。明明动漫角的人说苏念生是因为喊了一声俊哥才和沈少相识的，怎么现在俊哥俊哥？段成宇感受到沈俊熙生气了，连忙追上去，却被扔过来的书险些砸到了。闭嘴！你干嘛生我的气啊？又不是我把饮料泼在你包上的，不是你嘴巴天天欠欠的，一口一个俊哥，现在随便什么人都学会了，不恶心啊？随便什么人？林以轩依稀听到，捏紧了手里的空饮料杯。这几年他制造了无数次机会和他相遇，出现在他面前，他对他难道没有一丝印象吗？以后不许再叫。不是，段成宇冷不丁被噎到了，他万万没想到是自己的称呼踩了雷。不叫俊哥，那叫什么？叫爹。呵呵。段成宇冷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不对啊，上次校花在体育馆也叫了，怎么没见你嫌恶心呢？还对人家千般体贴，万般照顾的。沈俊熙听到苏念生，阴沉的脸色才稍稍回温，削薄唇角勾起一丝弧度。别人叫是恶心，他叫是舒心，切，简直是重色轻友的典范。钟哲，咱们走，不要理这个只有异性没有人性的家伙。苏念生，又是苏念生，为什么处处抢他风头，还处处站在他先？别的事情就算了，就连他喜欢的人都不放过。林以轩紧捏在手里的饮料杯几近变形，如同他眼底的恨一般。既然他不能得偿所愿，那他也休想在于白那里得意。篮球场，钟哲接球，等等。钟哲停下动作，朝不远处扬了扬下巴。俊熙，你看那是不是苏念生？沈俊熙转身，一眼就看到了从图书馆里走出的少女倩影。是他。他说着，眼角顺势弯了起来，一边朝场外走去，一边高声喊道：苏小生。不回他信息，原来是去图书馆里学习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积极了？哟，苏小生叫得这么甜。段成宇抱起球，朝钟哲挤眉弄眼，后者握着手机，神色却显得有些担忧。少年声线昂扬而热烈，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浓浓宠溺和磁性，穿透力极强，引得不少路人都纷纷侧目。可被喊的主人公却无动于衷，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似的，自顾往前走。段成宇见势，有些尴尬地凑过来，他好像没听到，才怪。他的声音那么大，连隔壁教学楼里的学生都好奇地探出脑袋了。不过男生居然相信了这个荒谬的说法，拔高声音又喊了一遍：生生。这回女孩非但没有看过来，反而加快了步伐，那匆匆逃离般的背影像是要极力避嫌般，看得男生眼角不由僵住了。这回段成宇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只得硬着头皮实话实说：俊哥，他好像不想理你，该不会是被钟哲说中了吧？上次钟哲在体育馆里说，俊熙，你确定他不是利用你？
校园贴吧里新出的帖子，苏念生为追石于白豪掷100万，已经被顶到热度第一了。这次钟哲又掏出手机说出新帖子了。足球赛后，石于白和苏念生选修了同一门课程，还互相交换了礼物。哦，段成宇听完，顿时恍然大悟地拍了拍手里的球。所以校花这赤裸裸的就是想利用俊哥刺激石于白，让他吃醋，然后达到拉近两人关系的目的。那他也太过分，他过分2个字刚一出来，就感受到身边男生一道阴恻恻的死亡凝视，再敢说一个字，我把你头拧下来当球踢。段成宇立马做了个拉链闭嘴动作。不是吧？校花的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俊哥还这么护着，陷地也太深了吧。第018章和太子爷同居。自从经历了阅览室糟心事件后，苏念生想回家的念头就更加强烈了，但他冥思苦想也找不到合适的契机。家中最宠爱他的当属爷爷奶奶，但爷爷上个月被他气病了，现在在柏林的一家医院静心疗养，奶奶陪护在身边，他没脸去打扰，更怕引起他们的情绪波动。其次是哥哥，可惜他早就把他的各项联系方式给拉黑了，厚着脸皮再拉回来时候，发现自己被双向了。天蝎座霸总果然记仇。至于爸爸，严厉的他根本就不敢沟通。想着想着，他就出了神，像一具躯壳般孤零零的在路上游荡，以至于沈俊熙喊他第1声的时候，根本就没听到。到了第2声时，他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舅舅，他从国外集训回来了。太好了，他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般，拿起手机就兴奋朝安静地方跑去。舅舅，舅舅，你终于回来了，我想死你了。楚景兰刚一落地就被外甥女的热情冲击到了，她才出国集训不到3个月而已，这个小白眼狼有这么想他，怕不是又有什么小九九在等着他吧？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是不是你追那个校园男神又遇到了什么障碍，需要我的帮助？不是。苏念生摇了摇头，听到他的声音，鼻子有些酸涩。前世，舅舅是唯一一个不反对他追石于白的人，准确的来说，是他不反对他做任何事情，只要他开心。比起苏家人对他的宠爱，他对他的更多是惯坏。尤其在母亲走后，他和舅舅都是被母亲引到体育界的，一个喜欢花滑，一个热爱击剑，共同在国外参加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和比赛。由于他们之间只差7岁，又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爱的人，妈妈、姐姐关系一直非常紧密。他大概是母亲去世后，除了他最伤心的人。从那以后，性情也变了，由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变得放任自由。只要是他喜欢的人和事，他都会全力支持，不管对的还是错的。前世，他为了帮助石于白和林以轩，无耻地利用了他很多次，导致他声誉和事业都受到打击，状态一度陷入低谷。现在听到他神采奕奕的声音，心里还有些难过。幸好都重新来过了。生生，楚景兰听出了他语气的不对劲，顿时有些慌了。你怎么了？在学校里有人欺负你？没有，只是我太想舅舅了，也太想家了。想他，楚景兰可以理解，但是想家，你不是早就和家里人闹崩了吗？是啊，但我后悔了。真的吗？楚景兰惊喜，这可太好了。苏家人有多疼他，他是知道的，为此也一直很头疼他们之间的恶劣关系。没想到他居然自己想通了，叛逆期过了。真的，所以舅舅，你能不能帮我缓和一下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我想回家，不想住校了。行是行，不过楚景兰看了一眼经纪人递过来的行程，我这次回国是有几场很重要的比赛要打，时间紧张，不能及时抵达帝都。而且你和家人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朝一夕，3、2句话就能解决的，不如等我打完比赛，亲自领着你回苏家一趟。好。至于你不想住校，他沉吟了几秒，脑海中有灵光闪过。简单，我把你安排到一个朋友那里暂住。朋友？苏念生疑惑，谁啊？靠谱吗？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他宁愿继续住校或者一个人住。放心。楚景兰勾了勾唇，信誓旦旦道，绝对靠谱，尤其是对你会照顾得服服帖帖。他刻意咬中了对你2个字，让苏念生更加疑惑了。不过他一向都无条件信任舅舅，没多问就应下了。生生，你要改走读？许悦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炸了，赵梦涵也坐不住了。生生，你怎么突然要走读了？不会是还没原谅我们俩上次放鸽子吧？苏念生，当然不是，也没有确定要走读，只是受一个朋友邀请到他家暂时住段时间。好吧。许悦拉着他的衣角，有些恋恋不舍。那你回来的话，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过去接你。赵梦涵见他东西收拾得这么齐全，连司机都来了，又看了一眼遮挡连始终都没拉开的林以轩床铺，不禁想，他还会回来吗？应该只是客套话吧。他家里条件比他们好太多，愿意住宿，本来就是为了讨好以轩，从而接近石于白。现在2人关系破裂了，确实也没什么理由住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虽然他一直都和以轩的关系更好，但也同样享受着作为校花舍友的福利，帮数不清男生递情书的酬劳，蹭各种聚会活动的邀请函，只要提他的名字都处处通行方便。
现在他忽然要走，好像有层光环，一下子就从宿舍里消失了。后悔之前没和他多接触接触。生生，如果你不回来了，以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当然了，梦涵，你说什么呢？生生只是要走读，又不是要退学。是啊，那有空可以去你家参观参观吗？可以啊，如果他顺利回去的话，明天班上见。苏念生朝他们挥手，司机驱车离开。一路上，他打开车窗，呼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欣赏着沿途美好的风景，十分惬意。重生以来，似乎自己做的每个决定都能让心情变得更好些。只是走着走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汽车驶出京大，一路朝寸土寸金的万柳地界长驱，道路逐渐变得广阔而宽敞，两侧布满了高大峥嵘的悬铃木和明艳葳蕤的洋紫荆，微风阵阵下，斑驳一地硕亮的光圈。入目，首先是一望无际的青翠色高尔夫球场，紧接着是布局精妙的中式园林，与之接壤的私人直升机停机坪。当偌大而绮丽的亲情湖映现在眼前时，苏念生彻底惊了。这不是皇城脚下地院1号沈俊熙的家吗？怪不得越走他越觉得熟悉，原来舅舅说的靠谱朋友就是沈家。第019章，因食小狗吃醋发疯。汽车最后泊在一座富丽堂皇的独栋别墅门口，刚刚熄火，便有几个佣人上前整理行李。苏小姐，到了。司机打开车门，苏念生一抬头就看到了高高站在台阶上的女人。她身着一袭月白色旗袍，丁香花扣勾勒出曼妙多姿的好身材，长卷发盘起，零落几丝在脸侧，脖间佩戴着一条晶莹剔透的钻石项链，整个人显得成熟美丽而雍容端庄。沈俊熙的妈妈简化，也是她妈妈生前最好的闺蜜。曾经她们同为金圈第1名媛，并列双珠，无论是在生活、感情还是事业上，都谱写下浓墨重彩的传奇篇章。现在只剩下简化阿姨一个人了。苏念生看着她，不禁有些恍惚。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一定也会像她一样魅力四射，丝毫不减当年风华。简化看到她，眼底也激动得蓄满热意，控制不住情绪飞奔下来，一把紧紧抱住了她。生生，我的孩子，你终于来了，阿姨盼了好久好久。画画阿姨。苏念生回过神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抱歉啊，舅舅没告诉我是来这里，所以我没带礼物。傻孩子。简化抹了抹眼泪，有些好笑又好气地看着他，来自己家带什么礼物啊？你忘了当初如果不是俊熙一个劲儿的闹腾，你现在就是我的干女儿了。没忘。他清晰地记得5岁生日那年，自己在派对上穿了一件艾莎公主定制裙，把画画阿姨萌得不行，说什么都要当场认她做干女儿。两家人一致同意，只有沈俊熙反对，不仅反对，还谁敢提一句她是简化的女儿，他就跟谁闹，闹起来像一只被惹怒的小兽似的，又凶又可爱，让别人不断地想逗他。最惨的要数沈爷爷，再说以后你这个哥哥还要给妹妹准备嫁妆的时候，被他狠狠扑上身去，一口咬住了手臂，都青了，因此一度被他调侃为坏坏的小狗。想到这，他忍不住开始告状，上次我要认他做哥哥，也被他拒绝了呢。简化捂着嘴笑，这小子以前他还自作多情，以为他是不想和别人一起分享，妈妈才反对的，后来才知道他存的心思，只做哥哥当然不满意了。他呀鬼得很。生生，我先带你参观一下房间吧。不用，画画阿姨，我对这里都很熟悉。这次可不一样。简化神秘地笑了。苏念生一头问号，带他走进别墅，看到猎鹰房里摆放着种类齐全的乐器，全都是国际知名大师珍藏款，衣帽间里各式各样的少女衣裙，饰品更是琳琅满目，价值不菲。就连岛台上的名酒都被撤下，换成他喜爱喝的饮料果汁。卧室、卫生间、私人书房所有家具陈列，全都是按照他的喜好和习惯来的，和以前家中一模一样。画画阿姨，这苏念生目瞪口呆，全都是为你准备的，喜欢吗？喜欢是喜欢，可是他有些受宠若惊地看着他，这样会不会太浪费，太麻烦了？他只是准备在这里住一阵子。画画阿姨这阵仗，好像要留他一辈子。麻烦什么啊？你来了，才是为我解决了个大麻烦。苏念生。4楼电竞房内充斥着打斗、杀戮、暴虐、嘶吼的躁乱游戏声，可主人却无比沉静。他握着鼠标，一瞬不瞬地盯着上面的画面。京都大学霸，置顶精华帖，走下神坛，10余白位爱选修冷门科目，与校花当众交换定情信物。活久见，10余白居然开始回应苏念生了，追更他们好几年，终于看到点进展了。我去，他们不会要成了吧？我就说嘛，女追男隔层纱，更别说像苏念生这种顶级大美女，拿下10校草只是迟早的事。不是吧？我才刚磕上沈少和苏念生的 CP， 这就要逼了？楼上开什么玩笑？苏念生苦苦追了10余白这么多年，早就非他不可了，怎么可能移情别恋？就是，他有多痴情，全校都是见证过的，就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也不会放弃的。你们不觉得奇怪吗？10余白之前对苏念生那么冷淡，足球赛后忽然就转了性，开始主动了起来。
沈少不会阴差阳错成为工具人了吧？谁懂？这几张照片里他们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很养眼啊。贴吧最下面有3张照片，格外刺眼。第一张是阶梯大教室里，石玉白坐在少女前排，微微侧身，眉眼温柔地看着她拼装手里模型，一只粉色蝴蝶。第二张是石玉白将那只粉色蝴蝶放进书包。第3张是少女双手捧着一艘轮船，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像生怕把它弄碎了。船帆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石玉白3个字。沈俊熙差点把鼠标捏碎了，他一双浓墨色瞳仁淬了毒斑，死死盯着屏幕，那近乎恐怖的目光似乎要将照片里的男生活活剜出一个窟窿。门外传来管家的声音：少爷，您忙完了吗？午餐已经备好了，太太说今天有贵客来访，交代您一定要亲自下楼迎接。他问了1遍，没有得到回应，又问了第2遍、第3遍，到了第4遍时候，终于听到了少年的声音，不过那语气冷冽而阴鸷，似乎在宣泄某种烦躁情绪，不去。可他还要说，隐隐约约听到了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吓得赶紧跑下楼。李叔，怎么了？简化牵着苏念生从楼上走下来，管家连忙汇报：太太，您上去看一下少爷吧。他好像心情很差，从昨晚回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影音室里没出来过，饭都没吃一口，我怕会出事。苏念生懵了，1天了，他都不饿的吗？发生了什么事？简化听了，却像习以为常了似的，只一脸无奈地看着他。这个臭小子就是我的大麻烦，自从进入了青春期，性子变得叛逆得很，还染上了不少恶习，连他爸爸爷爷都管不了，更别说我了。但生生你来了就不一样了，俊熙从小到大和你最亲近，你的话他肯定听。第020章，他2分钟都没坚持住。苏念生听完更猛了，叛逆期，染上恶习，沈小溪吗？开玩笑的吧？在他看来，他明明性格阳光，成绩优异，还运动天赋满满，活脱脱的一枚3好少年，和叛逆期、不良少年这些词不沾半点边。是啊，少爷前段时间还一直闹着要住校，不想在家里待了。管家也跟着点了点头。苏念生这才起疑心，真的假的？他倒是要上去看看，怎么个事？沈俊熙生生捏碎了手里鼠标，起身时无意触碰到旁边一个手办，手办是少女模样，她单脚屹立在白茫茫的冰面上，脚踩锋利冰刀，身披流光溢彩赛制服，长发飘飘，姿态优美，像一只高贵典雅的白天鹅，又像一个冲锋陷阵的勇士，整个人明媚漂亮的荡人心魄。苏念生，他轻轻拿起，在手里一遍遍地抚弄，玛萨，还闭上眼睛凑到唇边亲吻，就像平常一样。但唇角的弧度却和往日截然不同，处处透露着诡谲，被覆盖住的眼神也暗沉如夜。小公主，我说过了，这次是你挽留我的，无论如何也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他激进扭曲的语气被一道清灵澄净的少女音蓦然打破。沈小溪，你要休息啊，1天都不吃饭。嘘的一下，手办差点坠地，他像是做了坏事被人抓包似的，手忙脚乱的牢牢捧住，然后面色怔住了。生生，他是出现幻听了吗？怎么没有声音？不会是晕了吧？苏念生喃喃自语，随即快步上前准备敲门。不料刚抬起手，嗡的一声，电子门就自动打开了，但他已经来不及收回动作，一巴掌直接拍到了他身上。1秒、2秒、3秒，足足愣了有5秒，他才收回手。他好像摸到他的腹肌了，年轻的、温热的、蓬勃的、柔韧而富有弹性的，和他想象中的男性纯硬邦邦的腹肌完全不同，手感很棒。沈小溪，可以啊，练得不错。他抬起头，有些尴尬又赞赏地看着他，但男生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只是目光急急不可思议地盯着他。你怎么在这？看到他，环绕在心头一整天的阴霾瞬间就被驱散了，只剩下胸膛里滚烫沸腾的跳动。苏念生挑眉，他不知道，画画阿姨都这么大张旗鼓了。简化确实没告诉他，这些天就连准备都是静悄悄的，想给他一个惊喜。既然画画阿姨没说，那他也要卖个关子。苏念生背着手，唇角扬起一抹故弄玄虚的弧度。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沈俊熙听到消息，方才亮起的眼睛刹那间又暗淡了下去。狂风暴雨重新卷袭而来，能让他开心到特意跑来家里来告诉他的消息，会是什么？是石于白终于回应了他的感情，还是他们在一起了？他不敢想后者，想想就拳头生硬，控制不住情绪。我不想听。他转身就要走，被苏念生眼疾手快的一把拉住了。哎，他确实有点不对劲啊，什么时候对他撂过脸子了？想了想，好像确实没有除了和石于白相关的。不想听也得听。下楼吃饭，边吃边说。他不由分说的拉着他的手朝楼下走去。沈俊熙不想从他嘴里听到任何一个与石于白有关的字眼，但根本拒绝不了他的碰触，像一个被提了线的木偶似的，任由他牵行着，甚至还悄悄松开了紧攥的拳头，与他掌心交握。不到2分钟，简化就看到了这一幕，少女霸道的拉着少男下来，后者虽然面色不善，但一步不落的跟上了。看着
抗拒别扭的心理和乖乖听话的身体好像在打架。他与同样惊讶的管家对视一眼，忍不住笑出了声。俊熙怎么这么像个委屈扭捏的小媳妇呢？这还是他们家的小霸王吗？管家也目瞪口呆，不是，刚才那个浑身煞气，说一句话都令人发抖的少爷呢，现在陌生的让他感到害怕。画画阿姨，我们来了。好，那准备开饭吧。简化表面淡定，背地里却默默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厉害，不愧是生生，总有办法能治住他。他还以为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喊不下来这个混小子呢，没想到2分钟都没坚持住。沈家为了迎客，准备了很多丰富美味的菜肴。苏念生落座时，看着一桌子堪称盛宴的奢华摆盘，不由惊讶。画画阿姨，今天就我们3个人吗？你沈叔叔有个重要行程，实在赶不回来，让我代为欢迎你。谢谢，不过太奢侈了，以后不用这样。好，以后你喜欢什么，想吃什么就和阿姨说，阿姨让厨师做。沈俊熙听到以后，神色有一刹的正松。以前他经常到皇家美术玩，生生也会跟他回来，两家的每一处土地、花园、泳池、球场上都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但自从他喜欢上石鱼白，就再也没有来过。以后还会来吗？思及此，他脸色更加漆黑了。来，尝尝味道合不合口。简化加了一块红油蒜香海参到他餐盘里。苏念生看着有些犹豫，刚要硬着头皮吃下去，一双筷子就先他一步夹走了那块海参。他不喜欢蒜的味道。这是男生1天以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虽然头都没抬，语气也沉沉，但足以让人惊讶。我抱歉啊，生生，阿姨不知道。简化准备再加点别的，但那双筷子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夹到他面前了。水晶虾饺、陈皮鸭舌、椒盐排骨，全是他喜欢吃的。苏念生撑着脑袋，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虽然头顶着小乌云，心情很差，但还记得他的口味，冷脸夹菜。沈小溪也太可爱了吧，可爱的让他不禁生出逗弄他的心思，也给他加了一块菜，不过是辣的。众所周知，沈俊熙吃不了一点辣。简化见识，刚要开口，男生就一言不发地吃下去了。第02章太直白，太露骨了。苏念生又继续给他加甜的、酸的，最后连苦瓜都上场了，他都毫无反应，照单全收。看来这次是真的被气得不轻啊，连味觉都消失了。到底是谁惹他娇贵的大少爷了？想到他1天都没吃饭了，他也不逗他了，开始给他加一些爱吃的菜。简化看着两人神奇的互动，笑着摇了摇头。这对小青梅竹马之间的乐趣，他是一点都不懂啊。等吃完饭，我去找你玩。苏念生微微凑近他，小声道。他本来想告诉他，他要在沈家暂住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同吃同住，一起上下学了。不过看他现在心情这么差，应该也听不进去，还是先哄一哄吧。沈俊熙闻言动作僵住了，想到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和他分享那个好消息，嘴里他亲手夹的菜顿时也变得索然无味。我还有事，他冷冰冰地拒绝了。哦，苏念生无所谓地点了点头，有事就有事呗，不耽误他找他。饭后他走进琴房，开始挑选乐器。以前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沈俊熙总喜欢在旁边唱难听的歌逗他笑，现在他亲自弹奏，可比他仗义多了。他拿起一把尤克里里，刚要试音，就听到外面传来动静，探出头去，只见佣人源源不断地朝3楼活动室内搬运快递。李叔，这些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都是少爷刚刚在网上下的订单，让我们赶紧搬上去，他现在就要用。他一脸好奇地走上楼，在活动室里看到了沈俊熙的身影，还有铺散一地的乐高积木，堆得像小山一样，足足有好几座。而厚厚的拼装图纸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航空母舰。他什么时候喜欢拼乐高了？还这么疯狂，一上来就挑战地狱难度。咚咚咚，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敲响了门，生怕他叫他过去一起拼。他是真不喜欢这玩意。沈小溪，出去透透气吗？我给你弹曲子听。在忙。沈俊熙认真地研究手中拼块，连头都没有回。忙着拼航母。他扬眉，男生从那不可思议的语气中听出几丝好笑。不相信我能拼出来。确实，苏念生扫了一眼地上没有成千也有上万个的积木，有点难度吧。1个晚上。啊哈！苏念生失笑，认为他在吹牛，人家说明书上清清楚楚写着建议拼装时间2周以内，可他却像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似的，微微侧过来的阴翳眉宇间尽是森森然偏执。怎么，别人1堂课能拼出来轮船，我1个晚上拼不出航母？苏念生，谁1堂课拼出了轮船？而且人家拼出轮船关他什么事？他在这叫什么劲？他一脸莫名其妙，就算你能拼出来也很无聊吧。这玩意让他拼上半个小时他都能睡着，上次费了好鼻子劲才拼出来一只蝴蝶，勉强完成作业。少女轻飘飘的无聊2个字落下，男生骤然攥紧了手里的积木，修长指骨都发白发麻，伴随着咯吱咯吱瘆人的声响。他已经完全被妒火吞没了，一张英俊容颜都快扭曲变形，
说话也开始口不择言，确实不如轮船有趣，惹你喜欢。他在乎的根本就不是轮船或者航母，而是给他拼装乐高的人。有的人视若珍宝，有的人无聊至极。他看着一地的积木，感觉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什么？苏念生听到他深深压抑着的近乎嘲讽的嗓音，忽然有一种感觉，他今天这邪火不是冲着别人，而是冲着他的。为什么啊？他这2天又没有招他，再说就算招了，他也不会对他阴阳怪气啊。他忽然有些不爽，放下尤克里里走进去，一把抓住他的领口，强迫他直视着自己。沈小溪，你给我说清楚，什么轮船不轮船，惹我喜不喜欢呢？少女一张娇艳明媚的脸庞就这么猝不及防地闯入眼帘，近到距离可以忽略不计，连呼吸都温热地喷洒在脸上，给沈俊熙造成了不小冲击。他黑漆漆瞳仁倏然扩大，浑身都不能动弹，脑袋更是如浆糊一般黏黏稠稠，完全无法思考，只有美和好美在来回盘旋。说话啊，你不是和石鱼白互送礼物，收下了他的轮船吗？在美貌的硬控和心动的慌乱下，他像是失了智般将心底的话脱口而出，狭碎眼角隐隐透出的红迹，仿佛也在委屈控诉。你说过不追他了的，可他刚说完就后悔了，太直白，太露骨了。生生会不会看出来他的心思？会不会觉得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人竟然对他藏着这种龌龊的想法，从而开始讨厌疏远他？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刚要改口遮掩，女孩就平起了眉头，像是在努力回想着什么，半晌才奇怪地看着他。谁告诉你的？重要吗？一开口又是酸的不行。当然重要了，我要知道是谁在背后造我的谣。造谣？沈俊熙神色一下子凝住了。不是真的吗？那是工匠精神与特色实践选修课上，老师让我们学习搭建模型，完成的作品上交，再随机发放给每位同学带回去而已。石玉白的作品刚好被我拿到了，不过已经扔进垃圾桶了。垃圾桶？不然呢？垃圾当然要待在垃圾桶里。沈俊熙听到这，脑海中一直紧绷着的弦霎时间全断了。那你刚才要告诉我的消息是，我要在你家暂住一段时间？什么？他没有和石鱼白互送礼物，还要和他住在一起。这2个天差地别的好消息一起传来，顿时让他整个人都僵滞住了，胸膛炸出丝丝火花，幽邃眸底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喜悦光芒。这2天因为嫉妒而丢失的三魂七魄也逐渐归位。第022章，强烈的占有欲。怎么？苏念生见他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不欢迎啊？那我走。他说完就要松开手，不料下一秒男生紧紧攥住他的手腕，一把强势地拉入怀中。嗷！苏念生一头撞上了他的胸肌，忍不住叫出声。好硬啊！看来是他之前对他的肌肉判断有误，虽然手摸着触感还不错，但比起他来硬多了。真的吗？生生。沈俊熙垂眸，嘴角勾出一抹邪似弧度，那双乌黑丛密的鸦羽结底当满了快要溢出来的笑容与甜蜜，几乎要把苏念生淹没其中。他仰头看着，不由愣住了。他怎么这么开心？从刚才的阴郁发疯小狗秒变快乐小狗，难道就因为他忽然想起足球赛之前他试探性问他要不要看看金融系参赛人员名单？这小子原来从头到尾都没信过他不追石鱼白了，所以在听到谣言时才会这么愤怒。好啊好，沈小溪，你压根就没信过我对不对？他屈起手指，飞速在他额间敲了几个惩罚性暴力，敲完怕他反击般立马牢牢捂住自己的脸。嘿嘿，偷袭成功。自从进入青春期，他的身高就如雨后春笋般一发不可收拾的迅速生长，持续到现在已经快要接近逆天的1.9米了。他就再也没能敲到他。今天趁他不备，终于得手了，一次性偿还回来。但他看不见的是，男生丝毫没有报复的意思，被敲了反而笑得更加灿烂，盛满眼底的宠溺浓得都快要滴出来。以后我只相信生生一个人。少爷，这是最后一箱管家搬着乐高进来，就看到了这一幕。少爷坐在地上，怀里紧紧搂着念生小姐，高挺鼻骨轻抵着她饱满额头，低垂眼眸中充斥着强烈的欢喜和占有欲，嘴里还动情地呢喃着生生，仿佛下一秒就会控制不住吻上去。而念生小姐则害羞地捂着脸，生怕他会对她做点什么，吓得她手里快递咚的一声掉地上了。反应过来，立马弯腰捡起，连连道歉：抱歉少爷小姐，打扰了，我什么都没看到。这一声也让沈俊熙回过了神，注意到自己过分越界的动作，立即收回了手。他看到了什么？苏念生好奇地拿开手，余光瞥到男生失神的目光，好像并没有要追究他暴力的意思，怕他反悔，拔腿就要跑。既然你这么喜欢乐高，我就不奉陪了，先走。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男生一把拉住了手。等等，干什么？你还没弹曲子给我听呢，你不是要忙着拼乐高吗？现在改主意了。沈俊熙一把扔开手里的积木，眉眼飞扬，这个确实无聊，还是你的夏威夷小吉他好听。善变的男人。深夜，少男少女的身影消失在别墅，潜入寂静无人的黑暗后山。管家见势，默默挥散了佣人。
别去打扰他们。他一边说一边笑。太太原本还担心少爷和念生小姐不能顺利走到一起去，他看两个孩子早就谈上了吧，甜得他血糖都升高了。夜幕降临，天空弥漫起一层深蓝色雾气，被万千星星点点的调皮光芒点亮，照得整个大地璀璨而绚烂。两人一路从树叶沙沙的丛林跑到虫鸣交汇的原野，越过青翠辽阔的球场，最后到达青青湖畔。苏念生看到一轮清冷圆月倒映在湖面上，随着荡漾的碧波跃动出碎银般闪闪光芒，向银河倾泻下来，美不胜收。这也太美了吧！他不禁感慨道。见男生走到岸边，松开木舟船锚，登时心领神会。沈小溪，你要在这里听曲。晚风习习，花香四溢，月下泛舟，旁边还有美人抚琴，也太会享受了吧！和你学的。沈俊熙将缆绳缠在手腕上，睨了他一眼。苏念生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儿时的丰功伟绩。4岁那年，沈家刚刚在地院1号置产，他和哥哥来找沈俊熙玩，发现旁边居然有一座这么美的湖，想下去玩，但当时青青湖并没有被商业开发，因为一些作家的文章还被蒙上了神秘而危险的面纱，佣人不允许他们靠近。他便偷偷用渔人丢弃的小竹筏和岸边几根小树枝登上了船，开始游湖，自然也不忘了带沈俊熙。那天下午，整个沈家和苏家动员了所有人，都找不到他们，哭得昏天黑地，稀里哗啦。最后终于在湖面上发现了在小破竹筏上睡得香喷喷的他们。当然他和沈俊熙的下场也挺惨。内涵谁呢？你当时还不是屁颠屁颠的跟我上了船，又没人逼你，难道你不愿意？愿意。沈俊熙唇角噙着一丝笑，调好船头后，朝他仪式感满满的行了一个公主邀请礼。那美人现在愿意上我的船吗？苏念生下巴微扬，故作犹豫，几秒后姿态优雅的伸出手，妥妥一个娇贵小公主，勉为其难吧。我的荣幸。沈俊熙一手牵着她，一手揽着她的腰身，轻松将人带上船。苏念生像变魔术似的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口琴，休想让我单方面给你表演，和我合奏。好。沈俊熙接过口琴，试了试，每个孔口都沾满了少女身上的馨香，吹奏时随着微风阵阵飘入鼻尖，让人心神荡漾。我很喜欢，必须了解你，我们吹个什么呢？两人目光在夜色下交汇，异口同声，童年。好。苏念生抱起尤克里里，一头乌黑柔亮的长发披散在颈间，和花苞裙摆一样随风飘扬，露出屹立至极的眉眼。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他一边唱一边拨动琴弦，沐浴在月色清辉下的绝美身影，宛若神女，让沈俊熙不由看痴了。仿佛他拨动的不再是琴弦，而是他的心弦，用明媚的笑容，动听的歌声，引人探究的神秘，太多太多，多到青青湖都要装不下，快从他心里溢出来了。如果此时有人看见，就会发现他装着心爱女孩的眼神比当空月亮还要灼灼。第023章，很爽很爽，爽得快要不行了，你怎么不吹？苏念生疑惑抬头，沈俊熙立即偏开目光，心虚的拿起口琴。哈哈，他怎么像做贼一样？湖面上4弦尤克里里波动的轻快欢畅音符与铃木口琴流淌出的独特悠扬调子相互融合在一起，旋律美妙而和谐，轻而易举就让人想起了童年的夏天。苏念生直勾勾地盯着他，本来想监督小贼偷懒，但看着看着有些出神。船头，男生单手执黑金色口琴吹奏，神情专注而认真，零碎短发被晚风轻轻吹动，在眼睑处倒映下一层浅浅阴翳。光影交错中，他眉骨深挺，五官清俊而立体，整个人英俊的不像话，说是湖里的妖精变的，他都信。一眨眼，他和沈俊熙都长大了，他和小时候好像不太一样了，但具体哪里不一样，他又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不一样。小船不知不觉飘荡到了湖中心，沈俊熙看着层层荡起的波浪，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停，带着他和生生从小飘到大，再从大一起飘到老，就这么一直飘下去。你怎么不住笑了？说来话长啊。苏念生惆怅地停下手上动作，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看着他，倒是你啊，听说一直闹着要住校。沈俊熙神色微僵，有吗？我怎么不知道？有，画画阿姨和李叔亲口说的，休想否认。好吧，就算有，现在也打消了。为什么？苏念生好奇。沈俊熙见他一副着急的样子，狭邃长眸不禁眯了眯。怎么，苏小生，你这么希望我住校，好霸占我的大房间是吗？好啊，沈小溪，你又提防我。不得不防，你这么大魅力，哄得我妈这么开心，恨不得认作干女儿。万一在她面前蛊惑，她连我这个亲儿子都不要了，怎么办？嘿嘿，那倒是，由我出马，保你被逐出家门的。沈俊熙眼角翘起，那我下半生可要赖上你了。赖上我可以啊。他忽然一脸神秘的凑近，但在此之前，你能先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我想回家，但是之前和家人闹得有多僵，你知道的，就这么回去，肯定不会被原谅，必须得有点诚意，所以你得帮我。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就只能一直赖在你家，谋夺你的家产了。
帮他的忙是沈俊熙根本不用思考的问题。但听到后半句，他怔住了。一直赖在你家的诱惑力太大了，大到他生出了自私心理，想留下他，留他一辈子，可也想他得偿所愿，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不为任何事而烦恼。想要我怎么帮忙？去苏家为你说情 ？No oh no！ 苏念生摇了摇手指，这件事由我舅舅，我只需要你帮我解决学分的问题。快学期末了，我距离合格还差一大截，要是挂科影响毕业，还有什么脸回去啊？尤其上次阅览室作业事件后，他直接退了群，工匠精神与特色实践选修课的分也没了，更缺了。你最近不是正在修经济思维学吗？听说这门课加的分可多了，但是超级大烫门，大家抢都抢不到，得需要门槛。你是冯淑平教授最得意的门生，如果由你出面的话，他肯定会乐意增添一个名额的。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沈俊熙眉眼间渐渐漾起一丝愉悦，还以为他之前眼里心里只有10余白，没想到还关注着他的动向。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什么好处？苏念生听出了他话里明晃晃的敲诈意味，愣了一下，随即放下尤克里里，坐到了他身边。他可怜巴巴地伸出小手，轻轻拉着他的衣角晃动，樱花粉唇微咬，诱惑睫毛无骨眨巴，一双茧瞳底荡漾秋水，尽数倒映着他的身影。俊哥哥，他刚拉着他的衣角轻蹭，就有一股电流顺着皮肤直击心脏，打得人酥酥麻麻，更别提那一声千娇百媚、千回百转的哥哥了，逼得沈俊熙生生倒吸一口冷气。可他还没反应过来，少女又是一套丝滑的撒娇连招。好不好吗？求求你了，拜托拜托，你最好了。声音勾魂摄魄，酥心媚骨。沈俊熙死死地咬住后槽牙，偏过去头，一张英俊容颜都因为难耐而微微凝立了起来。真他妈真要命啊！你跟谁学的？这你别管，你就说同不同意吗？他说话间凑得更近了，一缕馨香飘入鼻尖，如迷人心智的毒药般，让沈俊熙早已理智全无。此刻别说是要一堂课了，就算是要他的命都行。但他舍不得这种甜蜜的折磨转瞬即逝，用尽全部的意志力推拒。别来这套啊，我不吃。他不吃，声音都颤抖了，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跟他说不吃，看他从小到大作威作福，现在被迫低幅做小，心里快要爽翻了吧？苏念生不管，继续发力。沈俊熙确实很爽，爽得快要不行了。他再这么叫下去，他就要起。谁家19岁血气方刚的男生能顶得住心爱女孩这样过分的撩拨？更何况现在月黑风高，孤男寡女的，他一个冲动，要是变成禽兽，不管不顾的把他给后果，就无法挽回了。他撑不住了，刚要松口答应他，少女的耐心就耗尽了，皱起眉头，狠狠地威胁他：沈小溪，你到底答不答应？不答应的话，我就从这船上跳下去。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狭窄的船头。沈俊熙看着那纤浓有致的身形，晃晃悠悠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劲来，闷笑出声：苏小生，你为了让我给你做人工呼吸，费尽心机啊！姨苏念生一听到人工呼吸，就打了个冷战：你真恶心，知道恶心还不赶紧下来？哎，少女从他眼底捕捉到了一丝稍纵即逝的担心，顿时像拿捏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得意洋洋地叉着腰：我就跳，我要让你愧疚，让你后悔，让你永远失去你的小青梅。第024章，不要也得要好啊！沈俊熙伸展双臂，懒懒一笑，起了身。那你跳吧，为了不愧疚不后悔，本竹马会亲自下去殉情的。哎，他一站起来，小船的平衡立马就被打破了，开始大幅度摇晃起来。苏念生看着黑漆漆不见五指的深邃湖中心，原本只是想逗他玩，现在是真有点慌张了，连伸手阻拦：你别动，船要翻了。怕什么？有我陪着你。沈俊熙越说靠他越近，神情戏谑。苏念生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当时又气又恼：好，我不跳了行吗？你别动了，过来。他屹立于船中央，收紧缆绳，朝他伸出手。下次还敢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吗？我不玩了，我要上岸，我要回去，我要向画画阿姨告状，你欺负我。想得美，上了我的贼船，还想轻易下去。沈小溪，你没有良心，白给你弹琴了。晚上11点，一辆加长版林肯停靠在别墅门口。沈胜远下车，远远看到简化还坐在大厅，步伐匆匆地上前拥着他：老婆，怎么还没睡？是不是在等我？少自作多情了。简化将一颗剥了皮的葡萄递到他笑颜逐开的嘴边：最近都回来这么晚，还想让我等你？天虹这个项目实在是有些费心，等忙完这段时间，我会好好补偿你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马尔代夫好不好？带上俊熙，还有生生。对了，说到生生，他立马反应过来：生生睡了吗？今天他来我都没迎接，没生气吧？都像你一样小气啊！我刚下来就是准备看他睡没睡的，结果他说着忍不住笑出了声。佣人说他和俊熙去后山玩了。身为儿子和生生的 CP 粉，他最乐意听到的就是两个小孩整天如胶似漆，寸步不离地黏在一起了。俊熙，臭小子这2天状态
不是很低迷吗？见谁都不搭理，还有心情出去玩？对生生和对旁人能一样吗？榆木脑搭你。简化说着，嗔了他一眼，他立即明白，陪笑点头，是事实。两人正说着话，一阵欢声笑语忽然从外面传来，快快快，藏起来，别打扰到他们。简化手忙脚乱地拉着男人，就近藏进了卫生间。两个人，一个位高权重的沈氏集团董事长，一个赫赫有名的金圈名媛，躲在卫生间里，顺着门缝悄悄往外看的画面，十分滑稽。老婆，我们的偷感太重了吧？没听到俊熙和生生玩得正开心吗？看到我们会不好意思的来了。你看，儿子这2天一直板着张死人脸，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现在生生来了，笑得脸都快烂了，像后花园那朵太阳花似的。是啊，沈胜远欣慰点了点头。儿子现在有点像他当初追画画的模样了，被拿捏得死死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简化满目欢喜，生生真是厉害啊，不愧是我从小就看中的儿媳妇，这次就原谅你了，沈小溪，下次再犯，休怪我手下不留情了。遵命，公主殿下。哼，苏念生确实被沈俊熙费了一番功夫哄好了，但走到别墅门口时，男生忽然又停下了。轮船是你随机拿到的，那蝴蝶呢？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手里？他怎么又想起这件事了？而且他的蝴蝶在石玉白手里，他怎么不知道呢？他眼珠子迷糊地转了转，应该也是巧合吧。他又不知道我拼的是蝴蝶，不知道。沈俊熙眼眸低垂，浓墨色鸦羽结覆盖住了底下涌动的暗流。他那样直勾勾地看了他一节课，会不知道？我不管，我也要。他忽然抬起眸，语气霸道，紧紧盯着他的目光让苏念生无端背后有点发毛。你也要什么？他不说话，直接拉着他上了楼。简化本来想偷听点小青梅竹马之间的甜蜜聊天，但什么都没听到，只看到儿子一阵风似的把生生拉上楼，像是要迫不及待做点什么。老婆，别吃瓜了。沈胜远牵起他的手，暗示性十足。你都冷落我3天了，是不是应该色狼？才3天而已。简化轻轻打了他一下。夫妻2人很快就你侬我侬地回到房间，准备开启美好夜生活。可他们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就听到一道激烈的少女反抗声。是生生？不要啊！苏念生刚一到活动室就吓得花容失色，转身想逃跑，可纤弱的力量在少年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沈俊熙关上门，一步步朝他走去，英挺的身形，阴翳的面容，无一不充满了强烈的侵略性，宛如地狱修罗般，逼得少女无处可逃。不要也得要。简化和沈胜远匆匆赶来，一门之隔就听到了儿子这句恶狠狠的威胁，神经顿时提了起来。要什么？可是我不会啊！生生嗓音颤抖，可怜巴巴的，俨然是被欺负的不行。不会我教你，来，先拿好了。男生循循善诱，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哄骗纯洁而无知的少女，然后对准这里插进去。简化和沈胜远听到插进去时，脸色瞬间大变，尤其是配合着生生接下来的叫声啊，好疼！沈小溪，你弄疼我了，对不起，刚刚是我不小心，后面会注意的。呜呜，混蛋，说了不喜欢，还非要强迫我做，这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不是告诉你了吗？起码得1夜，不过你专心的话，说不定夜半我就会好心的放过你。呜，不行，做这么久我会死的，求求你放过我吧，别玩了。简化和沈胜远听到这，已经无比确定发生了什么，头皮一阵阵发麻，人都快要气炸了。尤其是简化，他一口银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火冒3丈的推开门，大吼一声：“沈俊熙，你这个逆子啊！”沈胜远也及时遮住了眼睛，生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可是推开门后的场景却令夫妻2人目瞪口呆，地板上铺陈着一地的乐高积木和图纸，小青梅竹马正低头认真研究，讨论着，衣冠齐整。听到动静后，一脸莫名其妙的转身看着他们，空气霎时间凝固住了。简化目光缓缓下移，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的拼块，一到嘴边的骂声也陡然刹住了。你居然，天哪，他们居然只是在搭积木，他在对着一对纯洁的少男少女意淫什么肮脏的东西呢？在金圈沉浮数十年，见过许多大风大浪都面不改色的简化，第一次在小辈们面前羞红了脸，连话都说不出口。沈胜远见势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只是一场乌龙。第025章终于承认关系了。苏念生被这一道巨大的河东狮吼吓了一跳，手里的积木都掉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画画阿姨发火，没想到平时那么温柔，生气起来却那么可怕，好像要一口把沈小溪吃了。忽然有点同情他了，平时肯定没少挨打。沈俊熙也很疑惑，很久没被连名带姓的叫过了，他犯天条了。简化看着他们，支支吾吾的，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沈胜远看出了他的尴尬，走上前，抬手微微遮住了他的脸。你妈妈是觉得这么晚了，你还在带着生生玩不好，熬夜伤神，明天还要上学呢，快点早点回去休息吧。耶！苏念生闻言，高兴的一蹦3尺高，终于解脱了。
他嘚瑟的跑到两人身后，默默朝沈俊熙比了一根小指，都说不喜欢了，还一直逼着他做。魔鬼，以后他要把积木这项活动彻底拉黑。沈俊熙则朝他射过去了一个逃得了初一，逃不了15的等着眼神。第二天一早，地院1号门口就停了2辆豪车。钟哲下车，看着头戴耳机、手舞足蹈的段成宇，听什么呢？ Julia 新出的情歌超级炫酷，要不要听听？算了，还是趁早关掉，小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哦，段成宇后知后觉，俊哥这2天失恋了，准确的来说，连失恋都不算，毕竟人校花都没有向他表白，只是利用他刺激池鱼白罢了，所以他心情更差了。要是听到这刺耳的甜蜜情歌，不得都把邪火发在他身上。钟少爷、段少爷，你们来了。管家站在别墅前迎接他们进门。少爷昨天玩得太晚，可能有点累，现在还没起床呢。没事，我们等他。段成宇和钟哲坐在大厅，准备开一局游戏消磨时间。不料刚打开手机，余光便双瞥到一抹倩影出现在2楼栏杆后，顺着水晶旋转步梯徐徐往下走。少女身着一袭柔软蓬松的奢华公主睡裙，头上还顶着蕾丝薄纱眼罩，将乌黑长发尽数推到耳后，露出那张不着任何粉黛就惊艳绝伦的完美素颜。她一边走一边伸懒腰，迷糊的惺忪睡眼眨巴着，像是刚刚苏醒。看到他们时，里面闪过一丝讶异，随即笑着打招呼：“你们好啊！”钟哲和段成宇顿时呼吸都滞住了。第一反应，她好美，好萌啊！第二反应，她不是苏念生吗？第三反应，苏念生怎么会出现在俊熙家中？难道理智让钟哲停下了浮想联翩，但段成宇的想象却完全收不住了？难道俊哥在得知校花根本不喜欢他，只是利用后因爱生恨，黑化了？为了得到他，不惜利用自己的权势，强行将他捆绑到身边，囚禁起来，用残忍的手段日日夜夜狠狠的惩罚、折磨、玩弄、凌辱他，就像他上次听说的圈内金主与金丝雀八卦事件一样。再结合刚刚管家说的少爷昨天玩得太晚，可能有点累，现在还没起床呢，绝对实锤了。俊哥真是太酷啊，不，太禽兽了，居然对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少女做这种事情，别人30岁才敢，他19岁就敢了，不愧是无法无天的太子爷。沈俊熙起床，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小公主，她像块香香软软的蛋糕似的站在客厅里，一举一动都无比勾人，占据了他的全部视线。不敢想，如果每天都能这样看着他，他唇角轻扬，朝他走去。刚到楼下，就听到一道惊讶的声音：“苏念生，你怎么会在俊熙的家里？”钟哲和段成宇，你们怎么来了？段成宇，他们都在这里坐大半天了，他才看到啊。感情刚才挂在嘴边的笑拳是给校花的，和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俊哥，你太过分了吧！相比于鄙视他的人品，段成宇更在乎另外一件事情。他站起身，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居然背叛组织，率先破了除，你不再纯洁了。”即使他的声音已经压得很低很低，苏念生还是听到了 get 到破除的意思后，他立即看向沈俊熙，满脸惊悚。后者接触到他的眼神，眉宇立即紧蹙，瞪着段成宇，太阳穴都在砰砰直跳。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切，还不承认？人证都在这了。段成宇更鄙视他了。苏念生看着他迫不及待解释的模样，不禁笑了。我来借助啊。借助？段成宇虽然很害怕被 K， 但还是按捺不住熊熊八卦之心问道：“你是以什么身份借助的？”他以为他会听到女朋友、受害者甚至屁友之类的答案，可是万万没想到，苏念生端着手里牛奶站到沈俊熙面前。两个人18厘米的身高差，势均力敌的顶级容貌，无比融洽的气场，莫名给人一种天生一对的感觉。以他最好哥们的身份，钟哲看到俊熙在听到哥们2个字时，嘴角弧度渐渐消失了，而苏念生看着他们的眼神，则藏着一丝连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宣示主权味道。不可能啊，俊哥最好的哥们不是我吗？段成宇立即跳了起来，见男生没有说话，急了：“俊哥，你说句话啊！”苏念生也扬眉，傲娇地看着他，仿佛在说：“快说，谁才是最好的？上一边去。”这句话是对段成宇说的。他直接被打击得瘫倒在沙发上，心碎到起不来，一个劲儿喃：“不可能，这不可能！”哈哈哈！苏念生被他逗笑了，钟哲却一脸疑惑：“哥们，好吧。”苏念生放下牛奶杯，不和他们开玩笑了。他将自己和沈俊熙的关系原原本本的和他们说了一遍。听完，两个人都震惊了，久久不能回过神。即使是智商高达140的钟哲也不可思议：“你是帝都首富河西苏家的千金，你和俊哥居然是青梅竹马，从生下来就认识了。”苏念生看了一眼沈俊熙，点了点头。男生也因为他的终于承认关系，平直嘴角而又翘了起来。第026章为他破了先例，钟哲终于明白俊熙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了。他不是见色起意的人，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对一个女生那么关注，体贴入微。现在看来，应该是恋慕已久了。段成宇却百思不得其解：“那你在学校里为什么要隐藏身份？
隐瞒和俊哥的关系，还喜欢上石于白啊？最后一点是他最想问的，因为完全不符合逻辑。倒不是他瞧不起普通人，而是像他们这种出身于豪门世家的人，从小接触到的教育、见识过的世面、被塑造的理想、三观以及感兴趣的事情，都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就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那些霸道总裁爱上平凡女，或者富家千金和穷小子私奔的故事，只存在于影视剧本的意淫中，现实身边根本没有一个，就算有，也顶多是玩玩。可他追石于白那轰轰烈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完全不像是玩玩，所以他就更想不通，石于白到底是哪里吸引他了。论性格、能力、身材、脸蛋都远远不如俊哥，而且在这京城之中，能够配得上河西苏家的，也只有百年世家，资产雄厚到早已不能摆在明面上，全是滔天的沈氏财阀了。更何况他们还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简直就是天生一对。怎么想，他喜欢的人都应该是俊哥啊！苏念生被他问的像是想到了什么，神情有些恍惚。沈俊熙立即接过话茬，扔起一个橘子堵住了他的嘴。你一大早闲得慌是吗？这么多话，我不爱吃橘子，你爱吃拳头。程宇，小哲来了。2楼，简花和沈胜元走下来。段成宇和钟哲见势，立即收起不正经，礼貌问候：叔叔阿姨早上好，我今天来找俊哥，是想和他一起去看看新收购的一家俱乐部。哦，叫什么名字？ TYJ， 那里可是有近2年市面上最火爆的电子竞技战队，听你爸爸说你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果然不假。叔叔您过誉了，我那点天赋在俊哥面前都不够看的，能拿下这家俱乐部主要还是靠他。苏念生疑惑地看了旁边男生一眼，他记得他不是很喜欢打游戏啊，怎么一下子打得这么好？生疏的这几年里技术突飞猛进了，有空带我玩玩呗。他扬起眉，行。沈俊熙俯身，清冽磁性的嗓音像是咬着他的耳朵似的，温柔的要命。先帮我拼航空母舰，可说出来的话一点也不温柔。苏念生，免谈。生生，早餐还习惯吗？不知道你现在的口味变化，阿姨特地让厨房准备了好几种，中西式的都有，快来看看。今天想好穿什么衣服了吗？没有想法的话，阿姨可以帮你参考哦。最喜欢给芭比娃娃打扮得漂漂亮亮了。生生，抱歉啊，叔叔这段时间工作忙，昨天没来得及迎接你。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叔叔今晚重新给你办欢迎仪式。钟哲和段成宇见叔叔阿姨只是简单和他们打个招呼，注意力便全部都转移到了苏念生身上，不由面面相觑一眼。看来不只是他们觉得俊哥和苏念生天生一对，叔叔阿姨也是把他当成儿媳妇一样宠爱的。京都大学，苏念生刚上完课，从崇德楼里走出来，迎面就看到3个人，石于白、程浩和赵一航。他们怎么会在艺术系？他转身就要绕开，不料3人见到他，直接跑上了来。校花，大美女，你可让我们好等啊！赵一航满脸堆笑的凑上前，苏念生微微皱眉，不着痕迹的与他拉开了距离。有事吗？有，我今天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对不起，上周在阅览室里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衣服。那天是一个室友过生日，我一个高兴就喝多了点，有点飘。这样，下次再有这样的聚会，我叫上你好不好？尤其是有于白在的。他说着，嘚瑟的看了他一眼，像是在等待着他惊喜的反应似的。对了，还有那件衣服已经被于白亲手洗了，不过还有些细微瑕疵处理不掉，正在想办法，等解决后就立马给你送过来。你大人有大量，应该不会和我计较的吧？他嬉皮笑脸的说完，苏念生却冷冷道：会。什么？他愣住了。程浩也有些惊讶。我说会，难道你道歉了，我就必须要接受吗？那倒不是，只是他身为于白的室友，已经向他道歉了，还承诺以后会大方给他们制造相处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还有事吗？苏念生神情淡漠，没有的话我就走了，下次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赵一航闻言咬了咬牙，他在清高什么？平时像个跟屁虫一样死死粘着于白不放，现在装得多金贵自持似的。苏念生说完就要走，旁边一直沉默的男生开了口：苏念生，你不用退群，工匠精神与特色实践团队作业我已经上交了，每个人都会按照满分计算。是啊，程浩也在一边帮腔：校花，于白他性格有多么公正无私，你是知道的，从来不会对任何人放水，就连上次校长的女儿有请求都被他拒绝了，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为你破了先例。为他？呵，苏念生好笑的扯了扯唇，他们说是来道歉的，可话里话外都像是在恩赐他，态度自大，油腻的令人作呕。真荣幸，但我不稀罕这样的先例。那你的学分怎么办？石于白抬眸，定定地看着他，像是对他了如指掌般，笃定他会顺着这个台阶下来。对啊，校花，知道你对上次的事情生气，但一航这不是道歉了吗？别为了和他赌气，连学分都不要了，万一影响到毕业可就不好了。于白现在可都准备实习了，第027章，
他产生了危机感。陈浩说着，暗示他，如果他延期毕业，不能和于白一起实习，那以后两人之间的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虽说他现在家里有点小钱，但等于白进入金融圈，成为国际投行或者著名商圈大拿后，轻松年入千百万，就是他远远不能企及的了。是啊，别再耍小脾气了，赶紧加回来吧，小心于白不高兴，撤回作业你就后悔莫及了。赵一航话音刚落，一阵谈笑声就从台阶上传来，是学校院士级别以上的教授们刚刚在楼上开完学术研讨会。其中最负盛誉的冯淑平教授看到他们，神色愣了一下，走过来，教授好，教授好。几人连连低头问候，程浩和赵一航还暗戳戳地倒着石玉白的肩膀。哇塞，是冯教授。冯教授来找你干什么？不会和实习的事情有关吧？如果能得到他的推荐信，那可就真一飞冲天了。他们一致认为冯教授肯定是来找石玉白的，可万万没想到，冯淑平在他们1米之隔停下了脚步，看向苏念生。苏念生，是一馆253的苏同学吗？是的，冯教授好。你好，你好。冯淑平笑容亲和地朝他伸出手。你想选修经济思维学的事情，俊熙已经和我说了，本来这周课程安排的比较满，把你放到了下周3，但既然今天这要巧，在这里遇到了，待会要用的又是大教室，不如现在就随我一起过去，先熟悉熟悉上课内容吧，方便吗？现在？苏念生惊喜，没想到会这么快。沈小溪的办事效率果然靠谱，方便，非常方便。他眉眼弯弯，开心地随着冯淑平教授朝国贸大楼走去，只留下3人站在原地，脸色大变。冯教授主研的经济思维学，他区一个艺术系的普通生能上，还是当作可有可无的选修课？开玩笑的吧？就连于白这种金融系 Top 1都要提前1个月递交申请的。赵一航目瞪口呆，程浩冷哼，语气里尽是对有钱人的嫉妒。你没听到吗？是沈俊熙推荐的，也是，有什么是人家金圈太子爷做不到的？咱们在辛辛苦苦的往上爬，也连人家一句话都不如。奇了怪了，沈俊熙为什么会帮他？赵一航看着苏念生的背影，想起他刚才与他擦肩而过时，嘴角掀起的一抹明显嘲讽弧度，好像在说，到底是谁后悔啊？脸上顿时有种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的感觉，火辣辣的疼。可能是他上次给沈俊熙当啦啦队获得的回报吧？不可能，区一个啦啦队而已，以沈俊熙的人气，想要多少没有？怎么值得用冯教授的课程来换？这代价也太昂贵了吧？我看是另有其他见不得人的交易吧。他被一个女生狠狠打脸，已经破了大防，隐隐的开始造谣。但刚刚说完，就对上身边男生阴冷无比的眼神。石玉白面色沉沉，像附上了一层万年冰霜，凛冽的让他不由想起上次在阅览室，口鼻都被按在水池里的致命窒息感，连忙改口。我是说，沈俊熙会不会在追他？不过想想也不可能，像那种骄奢淫逸的富二代，身边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没必要对一个人这么上心。程浩看了一眼石玉白的脸色，是啊，沈俊熙要追苏念生早就追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而且苏念生满心满眼都是你，也不可能回应他。不过苏念生最近玩的手段确实可以啊，鲶鱼效应运用的明明白白。以前他费尽无数心思，想尽各种办法追于白，可于白全然不理会，现在目不转睛盯着他背影的眼中写满了在意。征服具有挑战性的东西，争夺稀缺资源和美女，是深刻在雄性 DNA 中的。沈俊熙的出现让他产生了危机感，估计还是在和你耍小脾气，否则也不会这么儿戏的退群，去学和自己完全不相关的课程。这么别扭，就是等着你去哄呢。沈小溪，可以啊，这么快就完成了任务。苏念生到达阶梯教室后，给沈俊熙发去了一张毕业照片，后者收到，像开了闪现似的，10几分钟就出现在了他面前。你怎么来了？今天排课表上好像没有你的名字吧？嗨，快别提了。他还没开口，身后的段成宇就样样抹了把头上的汗，眼神里全是对男生的怨愤。俊哥收到你的信息后，恨不得插翅飞过来，连游戏都不打了。你见过这种人吗？都推到敌方水晶了，居然跑了。钟哲笑着摇了摇头，背着书包走到后排。沈俊熙也将书放在苏念生旁边，不着痕迹地占了座位。行了你，没赢过，赢过，但没这样输过，太坑了。他痛心疾首地说完，像是要找点安慰似的，一脸委屈看向苏念生，生生妹妹，我可以坐在你旁滚。话还没说完，就被男生暴力拒绝了。苏念生好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赶来啊？你说呢？沈俊熙散漫坐下，轻昵着他，你可是我推荐的人，万一表现不佳，丢的是我的脸。呵呵。苏念生冷笑一声，瞧不起谁呢？以我的聪明才智，绝对能保住你这张老脸。想当年他也是响当当的学霸，只是为了以后有更多时间练习花滑，才报考了艺术系，上了大学又一心追人，成绩才会下滑的这么厉害。不过只要他肯用心，就一定能够重回巅峰。这么想着，他开始认真听课，但听着听着，感觉像是在听天书。他没学过经济学，前面又落下这么多课程，基础严重缺乏，完全跟不上冯教授的节奏。
他悄悄地观察周围人。段成宇平时虽然嘻嘻哈哈的，看着很不着调，但成绩却在系内名列前茅，搞得电竞俱乐部也风生水起。钟哲自不必说，医学系赫赫有名的大神 Sai 都发表了好几章，还双修了国际贸易，简直是精英中的精英，毕业后直接可以接手中是医疗资本的程度。至于沈俊熙，那就更变态了。第028章，掌心捧脸，视线灼人。冯教授在上面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天的题，他3-2分钟就做出来了，其余时间全在监督他有没有偷懒。苏小生看什么呢？沈俊熙姿势熟稔地转着手里的笔，似乎对他刚刚放在钟哲和段成宇身上的目光很不满。他稍稍侧目，后排正巧双双抬起头的2个人，他们哪里惹到他了吗？这眼神怎么毛毛的？没什么，苏念生有些丧气。身边同龄人都这么优秀，他怎么好意思拿着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回家求得原谅？太废柴了！不行，要打起精神，重新做人。他拿起练习本，虚心地向身边人请教：这道题是选 B 吗 ？C， 小笨蛋。沈俊熙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轻敲了一下他的脑壳。苏念生平起眉头，不满，嫌我笨的话，我去问别人。钟哲他刚要转脸，就被男生之手霸道的拉回来了。那亲密的动作，看着就像揽在怀里一样，就喜欢教小笨蛋，就喜欢教小笨蛋。段成宇偷偷模仿了一下他的语气，温柔、宠溺又甜到掉渣。模仿完，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么恶心的话，真的是他金拳击俊哥说出来的。再敢叫我小笨蛋，我就当着你们全系女生的面，把你小时候穿着开裆裤去跑狗洞的事情曝光出来。苏念生恶狠狠地威胁他，以为他会害怕，没想到男生丝毫不惧，反而意味深长地眯起眼睛。我光着屁股，你记得这么清楚？还看到什么了？还看到你被狗追。汪！他说着，猝不及防地张开嘴，一口咬住了他的手指。一阵格外温热如诗的包裹感觉蓦然袭来，逼得沈俊熙点七瞳眸骤然紧缩，心脏也像一下子被人攫住似的，浑身都打了个颤。这可真爽！他死死盯着他嘴巴的眼神逐渐变得暗沉又浑浊，想象这么柔嫩的地方含住的如果不是他的手指，而是英挺俊眉难耐紧蹙，头皮也一阵阵发麻，浑身都开始躁动不安。不能再想了，再想象下去别闹了。他开口，嗓音有些嘶哑。苏念生以为他被自己咬疼了，沾沾自喜地松开嘴巴，怕了吧？沈俊熙微微偏过去头，湿漉漉指尖抵着掌心，像是在极力抚慰着自己失控的身心般，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怕，太怕了，怕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再做点什么，他就要身败名裂了。还敢再嘲笑我吧？不敢了，公主殿下饶命。哼，那还不快乖乖讲题？好。段成宇在他们身后吃瓜，吃得一愣一愣的。不是，你们管这叫青梅竹马？现在青梅竹马不这么暧昧的吗？比热恋中的小情侣还腻歪。苏念生本来只是想尝试性的问他一下，并没有打算学到什么真东西，毕竟学神都有个通病，喜欢省略过程，直达结果。那些简单又繁琐的基础知识点，对他们来说就是浪费时间。可是沈俊熙不同，从最浅显的理论概念讲到常规公式运用，最后再带入题目，将解答思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幼儿园的老师还详细，耐心让他一下子就 get 到了。他抬起头，纯澈透亮的水眸中迸发出星星点点烁亮的崇拜光芒，被男生捕捉到，心脏霎时间膨胀开，成倍扩张，嘴角怎么压都压不下去。苏小生居然吃这套，懂了吗？懂了。还有哪里不懂的？还有这里过来，坐得再近点。两人讲着，距离越来越近，近得远远看着好像要融为一体。上了2节大课，又被沈俊熙拉着讲了半个小时题目的苏念生困得不行，在第3次打哈欠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手里的笔滑落，头也摇摇欲坠，在即将摔倒在课桌上时，被一只强有力大掌牢牢拖住了。沈俊熙就这么捧着他的脸，撑着手臂，一动不动看着睡在掌心的乖巧少女，视线炙热而灼人。喂！段成宇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都没能分了他的神。靠他看着2个人如胶似漆的距离，还有自带的粉红泡泡屏障，忍不住向钟哲吐槽：这狗粮撑得我有点消化不良了，怎么能这么甜啊？忽然觉得我之前弹的那几段就像白开水一样，一点意思都没有。钟哲看向2人，也忍不住轻啧一声：你应该庆幸没有遇到这样的。为什么啊？一次就栽了。也是，看俊哥这眼神，最后要是没能得到，不得疯了。他可不行，外面花花世界那么大，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叮咚，手机提示音忽然响起，他从抽屉里摸出不是我的，钟哲，诺。钟哲接过，待看到里面的信息时，表情渐渐严肃了起来。怎么了？俊熙，你看。他直接将手机放到了沈俊熙面前，屏幕上是一张申请表，金融251时于白申请选修经济思维学，冯淑平，附个人成绩单，希望教学助手通过。沈俊熙眼神瞬间凌厉了起来，时于白要选修经济思维学，
在这个节骨点上，段成宇看了一眼睡颜恬静的少女，隐隐约约嗅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味道。不会是冲着生生妹妹来的吧？他不是不喜欢吗？之前拒绝的全校皆知，现在又来这一套，不会是犯了全天下男人的通病，失去了才知道珍惜？钟哲，快拒绝他！他当然会拒绝，只是俊熙，你不觉得他对苏念生的态度变了吗？变得主动了起来。从上次工匠精神与特色实践课上的互换模型，到这次申请选修经济思维学，一步步都在紧跟着苏念生，目的性极强。他看事情一般都会看最坏的结果。之前苏念生说放弃追石于白了，很大可能是因为长期得不到回应，可现在他开始主动了，难保他不会再对他话音未落，男生凌厉逼人的瞳孔中便闪过一丝悚然杀意。绝无可能。几年前，石于白忽然从他身边夺走了生生的心，让他如坠地狱，每一天都在痛苦和隐忍中度过。终于等到他回心转意，他保证不会再喜欢石于白，重新和他约会，为他加油，住进他家，与他形影不离。他已经无法想象，如果再失去这些，会不会崩溃。第029章，小公主，你是我的。沈俊熙指腹轻轻摩挲着掌心女孩柔软细腻的漂亮脸蛋，湛湛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透出几分阴湿味道，似乎在盘算着要怎么把她完整的装入身体，才放心不被别人骗走。小公主，你是我的，从生下来就是我的，我一个人的。不是吧？生生妹妹看着不像会吃回头草的人啊。段成宇不认同，而且就算他主动了又怎么样？俊哥也可以主动啊。钟哲，他还不够主动吗？确实。段成宇幸灾乐祸地笑了，但可能没主动到点子上。俊哥，你听我一句，以我这么多年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丰富情场经验来看，像生生妹妹这种美貌和金钱都不缺乏的人，只会被一种东西吸引。什么东西？沈俊熙微微皱眉。你想啊，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前，在没有任何身外之物的加持下，雌性会对什么样的雄性心动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掀开短袖，疯狂秀手臂上的肱二头肌，暗示他，懂了吧？夜晚，沈家后花园被置办得浪漫而唯美，绚烂的彩灯，紧簇的鲜花，飘飞的气球，馨香的奶油和果酒。苏念生背着书包悄悄靠近时，还看到沈叔叔正在给画画阿姨戴项链、整理头发、牵手、拥抱拍照，简直甜死了。小毛贼，躲在这里干什么呢？低沉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吓了他一跳。沈小西，你无不无聊啊？比你偷窥强一点吧。我这不是怕打扰了叔叔和画画阿姨吗？哎，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吗？不是。两个人的动静引起了沈胜远的注意，远远朝他们招呼：生生、俊熙，快过来吧。叔叔，我和沈小西就不。他刚要拒绝，简化就走了过来。生生，你可不能走，今晚是特意为你办的欢迎会。啊，不是说不用了吗？这太隆重了。哪里隆重了？和你来到我们家的惊喜比起来，不值一提。是啊，沈胜远，生生，你可是我们家非常重要的一份子。谢谢。苏念生被领到餐桌边，手捧鲜花，头戴王冠，面前还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粉色城堡蛋糕。沈俊熙打开一瓶果酒，嗓间轻哼，看得出来她是公主，一听就是在调侃她。有人嫉妒喽是啊，托你的福，我在家里可没这待遇。他举起了2瓶果酒，一瓶白葡萄的，一瓶西柚的。公主殿下喜欢哪个？白葡萄吧。你最爱的 Laura Romani County。沈胜远也为简化倒了一杯酒，简化笑眼弯弯，谢谢亲爱的。苏念生被这一声亲爱的酥到了，由衷道：叔叔阿姨，你们感情好好啊。沈叔叔和画画阿姨年轻的时候是京城里一段佳话，人尽皆知。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感情依旧浓烈如初，尤其是沈叔叔对待画画阿姨如珠如宝，不像他的爸爸在妈妈生前好像装得很爱很爱她的样子，可去世后却一滴眼泪都没掉。谁叫你阿姨是我初恋呢？初恋？这个故事苏念生没听过，感兴趣地问道：那会儿你们多大？16岁，在一场商业晚会上我们相遇了。记得当时现场很吵很闹，很多人都来向我敬酒搭讪，只有他冷冷清清地坐在远处，连一个眼神都懒得抛过来，莫名吸引了我的注意。苏念生入神地听着，满脸都是艳羡。简化看着，目光渐渐移到了自己儿子身上。生生或许没注意到，在他羡慕别人的时候，也有人满心满眼都是他。可他轻咳一声，打断了正在大肆炫耀情史的男人。沈胜远停下，接收到他眼中的暗示，这才想起自己的任务，自然而然地将话题过渡到儿子身上。你是不知道，俊熙小的时候还在日记里写过，爸爸妈妈是真爱，而我只是个意外。哈哈，苏念生笑得合不拢嘴，好奇看向沈俊熙，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沈俊熙轻喝一声，你不关心我呗？他当然不知道，他日记里有很多他不能知道的秘密。胡说，你什么时候掉牙我都知道，还帮你数着日子呢。简化，那生生，你知道俊熙的抓周仪式吗？不知道，那时候我才1岁，
还在马卡巴卡呢。那会儿你也在。简化回忆起来，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当时我们一家人为他摆满了东西，什么印章、五帝钱、毛笔、指南针，还有他最喜欢的玩具。你猜他选了什么？苏念生沉思了一下，这不好猜。沈小溪的爱好还挺多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应该是足球。不对，简化摇了摇头，是你啊。苏念生愣了一下，当时你就站在另外一边，他连那些东西看都没看一眼，越过去直接抱住了你，别人拉都拉不开，惹得满堂大笑。苏念生也笑了，黛眉微扬，神情无比自恋地瞄着某个人。沈小溪，没想到我的魅力这么大呢，从小就把你迷住了。是被自己亲爸妈调侃。沈俊熙摸了摸耳朵，眉宇间难得浮现几丝羞窘，迷得我神魂颠倒，不能自已。虽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苏念生心底仍升腾起几分愧疚。他和沈小溪从小关系就是顶顶好的，可这几年却因为食于白生了许多嫌隙，彼此回忆多出一大片空白。就像画画阿姨说的，他到了叛逆期，染上很多恶习他不知道。段成宇说的，他游戏打得比职业电竞选手还好，他也不知道。感觉自己错过了好多，多的他想一一弥补。他拿过旁边一个玻璃杯，朝里面倒入冰块，然后又分别打开各味的果酒果汁，还切开了一片柠檬，点缀一片薄荷。沈俊熙饶有兴趣地看着，不知不觉靠近。苏小生，你在做什么黑暗料理呢？苏念生3两下就调好了一杯酒，推到他面前。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私人定制。沈俊熙看着那杯混合红橙黄绿各种颜色的神秘液体，眉头微微蹙起，严重怀疑苏小生，你不会是要谋杀青竹马吧？第030章，令人血脉奔张的一幕，你有这么好杀吗？喝不喝？喝。他端起了酒，你就算给我调毒酒，我也喝。这还差不多。苏念生娇矜的扬起脸，在他准备品尝时，一下子拦住了。等等，这杯酒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你要念出来才能喝下去。什么 ？QQ 咩咩好，喝到奶噜噜咩噗酒。什么？沈俊熙乐了，你自己敢再重复一遍吗 ？QQ 咩咩好，喝到奶噜噜咩噗酒。咩咩 QQ 是 QQ 咩咩 ，QQ 咩咩好，喝到噜噜奶是奶噜噜。好的，咩咩 QQ 好喝到沈小溪，你故意的吧？简化坐在对面，看着两人打情骂俏、腻腻歪歪的样子，一颗心都要融化了，简直太可爱了。老公，你看见了没？他们两个小青梅竹马在一起，自带甜蜜磁场，无论多小的一件事都会变得可爱又有趣。看到了。沈胜元点了点头，他看到了，儿子比他当初献帝还深啊。这样下去，如果最后他们修成正果了还好，如果没有，他作为一个父亲，也作为一个拥有挚爱的人，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思及此，他想到了生生这几年和家里的矛盾根源，眸色渐深。苏家怎么样？好不好喝？苏念生撑着手臂，一脸期待地看着少年。沈俊熙喝完，神色却有些难以言喻。他修长指节轻轻敲了一下杯壁，又抿了一口，细细品味半天，才给出反馈。这杯酒就像你，像我，明明知道很危险，还是忍不住靠近。苏念生，这是什么鬼形容？靠近以后呢？以后，沈俊熙勾唇，看着他的眸底溢出点点笑意，仰头一饮而尽，上瘾了。哼，那不就是很好喝，好喝到爱不释手的意思？想夸他，还拐弯抹角的。对他的反应还算满意，苏念生半个身子稍稍倾斜，凑到他耳边，小声道：“那等你喝完，我们就去你房间里，好不好？”噗！男生听到这句话，一口酒差点都喷了出来。你说什么？他黑眸噌亮，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一双耳朵都疯狂燃烧了起来，红迹斑斑。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苏念生奇怪，以前我们不经常去彼此房间里玩吗？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床上，我们一起披床单扮演皇帝和妃子，当时你戴项链穿裙子的样子还挺妖娆的呢。原来他说的是过家家。沈俊熙眼底猝然冒出的火苗瞬间又熄灭了下去，他定定地看着他，有些恨恨地磨了磨牙。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苏小生，你也把我当个男人看吧。怎么现在长大了害羞啊？苏念生耸了耸肩，没关系，你可以不把我当做女人看。晚了。沈俊熙放下酒杯，在梦里他早已成为了他的女，再上床他可不只想玩过家家了。不行，他拒绝了。苏念生原本是想去他房间里多了解了解他，顺便让他帮忙复习一下白天的经济思维学，不去卧室书房也行，但看他现在斩钉截铁拒绝的样子，真觉得有点猫腻了。沈小溪，你不会是在卧室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他话落，敏锐地观察到男生脸色僵了一下。真有，该不会是什么性感女郎杂志或者 18X 小视频吧？这个年龄男生都拒绝不了的诱惑，想什么呢你？沈俊熙一眼就看破了他的想法，刚屈起手指就被苏念生灵活地闪开了，想一些猥琐的东西。没有，但他眼皮清线，有他想都不敢想的更可怕的东西。只是房间里有点乱，
我先去收拾一下，你再过来。他说完，起身就离开，生怕他会跟上似的。哎，苏念生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走这么急干什么？而且沈家佣人这么多，他的房间会乱。生生，别管他，来吃烧烤。别墅3层，与极简装修风格大相违和的床头柜上，粉粉嫩嫩少女立牌被覆盖，挂在墙上千姿百态的少女相框也被取下，印在衣服上可可爱爱的少女头像被叠起，就在放在枕边，安安静静。穿着蓬蓬公主裙的少女棉花娃娃都被收起来了。最后，沈俊熙打开投影中经常使用的少女视频，点击隐藏，确定整个屋子里看不出一丝属于她的痕迹，才松了一口气。他拿出香水，在空气中喷了喷，喃喃自语中藏着一丝期待已久的隐秘兴奋感。小公主本尊要嫁到了，该怎么吸引她的注意力呢？他走到镜子前，脑海中开始回荡段成宇的话：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前，在没有任何身外之物的加持下，雌性会对什么样的雄性心动呢？衬衫领口被轻轻扯开，沈小溪怎么还没回来呢？3杯果酒下肚，苏念生都快醉了，还没见少年折返的身影，他好奇地走进别墅，准备一探究竟。没想到刚出电梯，就看到了令人血脉奔张的一幕。第031章，他裸着上身旋转楼梯尽头，浴室的门被打开，白色朦胧水雾中走出一道英姿挺拔的修长身影。少年刚刚洗完澡，黑色碎发湿漉漉地贴着鬓角，凌乱而俊美，有水珠顺着清俊脸庞轮廓缓慢往下流淌，经过2弯浅浅锁骨，形成一条细细晶莹的水线。他身上只松垮地披了件浴袍，系带懒懒挂在腰口位置，露出大片大片冷白色的胸膛和肌肉。苏念生还是第一次这么直观赤裸地看到他的肌肉，不像职业运动员那样壮硕鼓胀，也不像健身房里充满蛋白粉味道的夸张，而是肌理线条流畅匀称而富有美感，状态年轻饱满又恰到好处，似乎他腹部的每一寸壁垒，两侧每一条人鱼线都是经过悉心丈量绘制而成，诱惑得让人挪不开眼睛。他被震在原地，瞪大眼睛，1秒2秒3秒，足足看了有半分钟，才回过神来，猛地咽了口水，转身就跑，一边跑嘴里一边大叫着：流氓啊！沈俊熙眉心微动，惊异于他的反应，跟了上去。呼呼呼呼呼呼，苏念生一口气跑到自己的房间，才惊魂甫定地关上门。沈小溪这个臭流氓，洗完澡居然不穿衣服，就这么大喇喇的把上半身全都不顾。他的肌肉好像有点眼熟啊，像极了他以前珍藏的一本少女启蒙漫玩物里的男主角，那线条那力量感简直就是美学天花板。有一次不小心从书包里掉出来，被他捡到，还狠狠地嘲笑了他一番，说是眼光不行，等自己长大了绝对比他好看。他不信，说他吹牛，没想到是真的。那么极致的2次元审美居然能在现实中还原，太不可思议了。不由得他又想起上次在阅览室里摸到他的腹肌，那会儿隔着衣服，如果不隔着的话，双手肆意揉捏起来，发现自己居然在异想非非沈俊熙。苏念生脸蛋瞬间如火烧云般滚烫一片，用手轻轻拍着。天哪，苏念生，你在干什么呢？居然在意淫自己最好的朋友，还是人吗？疯了吧？一定是喝醉了，一定是喝醉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吧，要怪只怪沈小溪太放浪了，洗完澡不穿衣服，他才19岁，那么小，哪能经得住这种顶级男色诱惑？咚咚咚，正想着，敲门声响起，他心一提，谁啊？苏小生，你至于吗？没看过腹肌啊？轻佻戏谑的声音响起，是臭流氓。他当然没看过，至少没在现实中看过。虽然前世他和石玉白婚都结了，但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毕竟他从第一天就开始暴露出真实面目，出轨03，更别提什么亲密关系了。沈小溪，你这个臭流氓，还好意思说话？你洗完澡不穿衣服，还有没有点难得啊？他凶巴巴地质问他，对方却满不在乎。我又没有女朋友，为谁守难得啊？苏念生说的好有道理，他竟无力反驳。再说了，沈俊熙黑杰低垂，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我们小时候彼此不都互相看过吗？见什么外？那能一样吗？苏念生下意识反驳。沈俊熙像是看着猎物跳进了陷阱似的，嘴角噙着一丝淡淡的坏笑。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尤其是苏念生想起刚刚逃跑之前，眼睛无意识瞄到浴袍底下那一抹若隐若现的庞然弧度，简直惊悚。原来沈小溪说的现在和小时候不一样了，是真的不一样了。他长大了。那如果是我洗完澡裸着出现在你面前，他恼羞成怒的说到一半，才发现不对劲，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沈俊熙却像是想象到了那画面似的，狭邃深眸陡然变得幽暗起来，嗓音也略显嘶哑。你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真的吗？你什么时候洗？沈俊熙，你这个猥琐男。呵，沈俊熙失笑，他确实猥琐。他没想到小公主的反应会这么清纯可爱，可爱的他想狠狠欺负，清纯的他想狠狠他目光生火，
就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匆匆脚步声，迅速合拢浴袍，皱起了眉头。爸妈，你们上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哟，简花见势，语气奚落，打扰到你了。有什么好遮掩的？和环爸妈这么见外，不是他刚刚对着生生耍流氓的时候了。沈胜远则一个劲的摇头，完了，真完了，儿子居然沦落到了用美色来诱惑生生的地步，手段实在太低级了，和他年轻的时候没法比。俊熙，你堕落了。噗嗤，苏念生趴在门后听着，乐得直捂嘴。被训了吧？让他耍流氓。不知道是他的笑声被听到了，还是怎么着，门口的脚步声渐渐消失，手机铃声却响了起来。慢慢笑，笑完了来我房间。谁还会去他这个大流氓房间？谁知道他这次又会没穿什么？他开始疯狂表情包轰炸他，论沈小溪的108种死法。第二天一大早，段成宇就兴致勃勃地跑到学校。俊哥，怎么样？我昨天献出的撩妹大法有没有起作用？沈俊熙冷哼，翻过手机，是一长串聊天记录。段成宇好奇地翻了翻，足足有10几分钟，还没翻到尽头。靠，你们可真够无聊的，光是表情包都能发这么久，翻得我手都酸了。他错了，他不该把青梅竹马比作情侣的，情侣之间可没这么大的激情。不过生生妹妹的这些表情包还都挺可爱的，有这么多杀人手法，能不能发点给我？他话音刚落，就看到男生眉心耸动，一副要杀了他的模样。你还好意思提？要不是你出的那些馊主意，他会到现在都不理我。好事啊！段成宇闻言惊喜拍手。好事？是啊，说明生生妹妹对你有反应。你想，如果对一个人毫无兴趣，视若空气的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吗？所以生生妹妹一定是沈俊熙沉默，似乎在思考他的话有几分可信度，但思考着思考着，觉得有点不对劲。谁让你一口一个生生妹妹的？第032章，他叫的太嗲，不可以叫吗？段成宇愣了一下，生生妹妹都没说什么，你有什么好介意的？你们只是青梅竹马而已，不要对对方有这么强的占有欲好不好？他说完立马就被削了，吓得抱头鼠窜。哎，俊哥，有话好好说，有你这样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女孩还没追到就开始杀军师的吗？一直到放学，苏念生都没有理会沈俊熙。沈俊熙心情不由得有些烦躁，他开始佩服自己以前是怎么度过的，竟然能生生隐忍等待好几年。现在过惯了他每天都对他笑和他闹，时时刻刻都在他眼皮子底下的皇帝快活日子，被冷落一会儿都受不了了，烦，百爪挠心地烦，想听他说话，哪怕是骂他的。休夜晚，一道流氓哨传来，苏念生抬起头，透过窗帘隐约看到对面走廊里少年微微撑着手臂，俯身注视他，唇角不觉翘起。沈小溪真会找角度耍帅，他刚要走过去打开窗帘，一架纸飞机就飞了进来，那颜色、大小和折叠手法无一不让他想起一段被尘封的痛苦的回忆，几乎是立即抓起扔进了垃圾桶。沈小溪，你幼不幼稚啊？他皱起眉头，有些恼火，伸手就要关上窗户，不料少年又吹了一声口哨，眼神饱含暗示意味的朝下扫去。苏小生，看，我发现了什么？什么？他低头就看到后花园里一丛茂密的爱尔兰苔藓在轻轻晃动，里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一只浑身斑块的猫咪就走了出来。它身形小小的，短短的，脸和眼睛都圆圆的，尾巴只有肉一小截，抬起的掌爪也粉嫩嫩的，似乎才1、2个月大，顿时把苏念生的心都萌化了。哪来的小猫咪？也太可爱了吧！他几乎是立即打开门，朝后花园冲去。沈俊熙也悠悠起身，眼角挂着一丝计谋得逞的弧度。咪咪，两人一起到达后花园时，猫咪像是感受到了什么危险似的，噌的一下又窜回了爱尔兰苔藓中，结结实实的躲着。苏念生只得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夹起嗓子学猫叫，试图把它引诱出来。喵喵喵，他叫了好几声，小猫才终于弱地回应了一下。喵，快听，它有动静了。喵喵喵喵喵，像是被鼓励到了似的，它叫得更起劲了。直叫的沈俊熙轻轻蹙起眉头，表情有点不对劲。苏小生这声音怎么比猫还软？还妹，再这么叫下去的话，不只是小猫有动静，小溪也要有动静了。苏小生，你怎么叫得这么嗲？他转脸拧起墨眉，你才嗲呢！苏念生怒，这叫猫语，懂不懂？很有用的，没看见他都回应我了吗？是吗？沈俊熙怀疑的从兜里掏出2根猫条，在他面前晃了晃，能比这个有用？苏念生眼睛一亮，立即从他手里抢了过来。有这个你早不说。他打开猫条，鲜美金枪鱼的味道随风飘逸出来，小猫果然经受不住诱惑，缓缓从草丛里爬了出来，大口炫着，喵喵喵，一边吃一边享受的翘起了爪子。啊，真可爱啊，小小的，毛茸茸的，好吃到翘，只有苏念生快被他萌化了，手指不停地抚摸着他的猫耳朵，眉眼弯弯，里面盛满了快要溢出来的欢喜。沈俊熙看着对他冷脸一整天的女孩，此时对着一只小猫又摸又夸的，不觉有些嫉妒。
可爱吗？丑的黑一块橘一块的，好像被人揍了似的。无知！苏念生鄙视他，这叫三花，虽然不太符合人类的审美，但在猫界可是大美女一枚呢。对了，她是流浪猫吗？是。沈俊熙眼神游离了一下，点了点头。刚刚在草丛里发现的，以前没看到过。是吗？苏念生闻言立即起了贼心。沈小溪，你知道流浪猫的花语是什么吗？流浪猫还有花语？当然了，是手慢无。他说完，抱起小三花就要跑，不料手腕被沈俊熙一把急速擒住了。你的手有我快！你干嘛？苏念生一脸警惕地看着他。沈俊熙逆着他，牢牢护在怀里，像只宝贝似的小丑花猫。好像是我先发现他的吧？可是你刚才不还嫌弃他，觉得他丑吗？确实，但他唇角露出一颗虎牙，闪烁着不怀好意的光芒，缓缓朝他靠近。我喜欢和你抢。坏蛋！他气得抬手就要打他，怀里小三花像是受惊了似的，蹬腿就要跑。哎！苏念生立即收回手，想重新抱住他，不料刚刚起身，脚底就一滑，整个人都朝后倾倒，摇摇晃晃的要从陡坡滚落花园。小心！耳边传来男生短促有力的气音，下一秒他就被一把强势拉回，牢牢压在了身体。金沙万和知樱花的花瓣漫天飞舞，飘飘零零，黄粉色交织在一起，像夜空中洒落下的星子。苏念生缓缓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张清俊绝伦的完美容颜近在咫尺，往下是微微敞开的领口，平直匀称锁骨和奔张肌理线条若隐若现，一下子又让他想到昨晚的香艳画面，令人心潮澎湃。幸好他双手撑在了他身侧，不然这么结实的肌肉直接砸下来，不得把人砸得半死。少女惊慌地倒在花丛中，倒在他的怀里，乌黑柔密发丝如绸缎般被点缀上缤纷色泽，微风袭来，斜裹着瓣瓣掠过她明媚的眸，挺翘的鼻和娇艳欲滴的唇，美得像花枝精灵，惑人心智。尤其是她的五官被一寸寸地放大在沈俊熙面前，他看吃了，一瞬不瞬地盯着他，失了神般，连眼珠子都不会动弹了，直盯的苏念生都有些不好意思。沈小溪被摔傻了。他刚要开口，男生就先有了动作，抬起一只手，轻轻将他飘到脸颊上的碎发撩到耳后。苏小生，好美。第033章，我们的孩子。这一声温柔的像幻觉似的，但语气却由衷坚定，似乎在阐述一件无可辩驳的事情，让苏念生听了心里美滋滋的。那当然了，你才发现啊？我可是从小美到大。他还没说完，就见他目光转移到了手里的知樱花花瓣上。等等，他刚才夸的不是他，而是花朵。苏小生，你在臭美什么？沈俊熙眼角促狭，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苏念生又双若着怒了，居然敢耍他！沈小溪，他伸出手准备继续惩罚他，可食指却被男生紧紧交扣着，霸道钳制在地上，连一丁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这肌肉真不是白长的，制服他就像制服一只小蚂蚁一样。还生气吗？沈俊熙定定看着他，浓墨色眉宇间褪去玩笑感，只有一派认真。苏念生知道他问的是昨天的事情，眼神不由有些闪躲。其实他根本就没生气，一天没理他，是因为昨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里他变成了玩物中的男主角，而他则变成了女主角。两个人演的对手戏，还是刚刚确立关系后醒来下了一身冷汗。那本可是少女启蒙漫画，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无比羞耻难以示人的，他怎么能带入自己最好朋友身上呢？简直是饿了。沈俊熙追问，修长身形微微下压，覆盖住他头顶所有月光，带着几分无形的压迫感，让苏念生不觉偏开头，诺诺小声道：不生气了。真的真的，白嫖了8块腹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什么生气的？你还数了？没有，我瞎猜的。是吗？沈俊熙勾唇，邪恶的做事又要掀开衣服。那要不要再嫖嫖，确认一下？沈小溪，你逗你的，以后就算是生气也不准不理我。凭什么？苏念生不服。凭沈俊熙斜睨向旁边毛茸茸的一团。你还想要那只猫吗？一旁小三花端坐着，四只爪垫乖巧并拢，灵活尾巴在空气中左右摇摆着，圆圆脑袋也微歪，似乎在好奇他们的姿势。那萌化人心的表情顿时控制住了苏念生的大脑，心底只有一个声音在尖叫：啊！喵喵，妈妈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好，他一口答应，以后就算是我生气也不会不理你。现在可以把他给我了吗？不可以。沈小溪，由我们共同抚养。他愣了一下，思索几秒，也行，反正他们一直在一起，由谁抚养都一样。说话算话。计谋得逞，沈俊熙这才恋恋不舍地松手，把他从花丛中拉起来，给他起个名字吧。名字？苏念生摸着下巴，脑海中蹦出许多好听又可爱的叠字，但他还没说出口，男生就建议道：就叫孩子吧。孩子？沈俊熙看着他，逆着月光，
深邃眸底涌动着明灭不清的情愫。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叫孩子？有点奇怪，他这么小还是个孩子，好直男的逻辑啊！苏念生笑了，转身握了握小三花的爪子，正式和他打招呼：“孩子，你好，我是妈妈。”那我是沈俊熙。靠近，刚要占点爸爸的便宜，耳边就传来一道无比惊惧的尖叫声。毫无防备的少女倏然扑向他，胸前极致柔软的浑圆撞上来，直撞得他漆飞瞳仁都扩散开来，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的冲击般。平时连击打80千克的沙袋都简简单单，此时却被一个体态轻盈的少女轻松撞倒。二人就这么重新滚到了草地上。不过和刚才不同的是，现在身体是毫无距离的亲密接触。由于这重重一摔，被垫在下面的少年感觉更强烈了，强烈到眼尾一时间都被刺激得有点发红，生怕一个字还没发出。身上少女就像一只受惊了的八爪鱼般，双手双脚牢牢缠着他的腰，头也紧紧埋在他的脖颈，整个人都恨不得钻入他的身体。沈小溪，沈小溪，我的脚边有癞蛤蟆，有癞蛤蟆啊！有什么？他明明叫得那么大声，那么清晰，可沈俊熙却什么都听不见，脑海里嗡嗡一片，只能感受到他依偎在怀里，密不可分、颤抖不已的凹凸身材充盈在鼻尖，不知道是花香还是他飘溢出的芬芳体香，还有他不停地在身上蹭着，过分柔软细腻的肌肤触感生生蹭出一股火来，顺着沸腾血液直窜小腹，控制住了他的命脉，也控制住了他的心神。生生，他眼神逐渐变得浑浊，高耸喉结艰难的滚动，嗓音也干涩阴哑不已。欲念袭来头上，一只手紧紧掐住了他的腰肢，另一只则插入他的长发，将他整个人都重重朝怀里按，仿佛重一点，再重一点，他就能和他镶嵌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了。生生，我的生生，我的宝宝，呢喃的细语也像失了智般，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心思。沈小溪，你看见了没？你看见了癞蛤蟆没啊？快把它弄走，快弄走啊！太吓人了！苏念生沉浸在看见癞蛤蟆的恐惧中无法自拔，等待着沈俊熙能一脚把他踢飞，但没想到等了1秒、2秒、3秒，好半天，沈俊熙不仅没有半点反应，反而还死死抱着他，叫他的名字，身体发热发烫，嗓子也哑得不像话，像是陷入迷症癫狂里的人。沈小溪，你怎么了？他不会是把人撞坏了吧？沈俊熙听到他的声音，理智有一刹的清醒，但只是一刹，转瞬即逝。没什么，我也害怕。他害怕极了，他就在他的怀里，让他思绪混乱，心跳如雷，身体更是不敢动弹半分，生怕强烈的喜欢会将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全都暴露在他面前，吓到他。啊，你也害怕？你以前不还把蛇缠在手腕上玩的吗？苏念生微微转脸，温热气息尽数喷洒在少年耳廓，娇软水嫩唇瓣还若有若无地碰触了到了他脖颈上的青筋，霎时如高压电打下一般，直接让沈俊熙他彻底清醒过来，点七瞳仁骤然紧缩。糟了！苏念生也感受到了异样，不过他更害怕了。第034章，频频进浴室的年纪沈小溪，你说癞蛤蟆会不会已经跳到了我们身边？不会。他斩钉截铁，声带像是被撕裂了般，俨然已经哑得不成样子。那我怎么感觉苏念生刚要朝下伸手，下一秒男生就应激了似的，一把推开他，急速朝别墅跑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草地上，头发于风中凌乱。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沈小溪，你完蛋了，居然抛下我和孩子，自己一个人跑了。渣男！他骂完渣男，手软脚软地爬起来，生怕一不小心会踩到癞蛤蟆，但转过身却看到了一个更加惊悚的画面。天塌了！小三花居然在玩癞蛤蟆！啊！救命！忽然好想把他丢了，是怎么回事？最终伟大的母爱还是战胜了恐惧和嫌弃，他一把快速捞起小三花，头也不回地跑了。听话孩子，他长得太丑了，咱不和他玩。别墅后院，管家经过，看到几个佣人围绕在园林附近，叽叽喳喳的，好像在讨论着什么，好奇走了过去。都快10点了，你们怎么还没休息？嗨，一个佣人笑道，我刚刚想起要给夫人的鹦鹉添点水，没想到刚到后院就看见一个黑影溜了进来，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定睛一看是少爷。他不声不响的把小毛球前段时间生的最漂亮的那个崽抱走了。小毛？管家疑惑，少爷为什么要抱走他呢？他自小就不喜欢猫猫狗狗，家里也没饲养过，怎么忽然转了性，还大半夜的偷偷摸摸抱走夫人经常投喂的流浪猫孩子。几人正讨论着，远远看到了苏念生，他从后花园走出，怀里抱着只漂亮小三花，一边笑眯眯地撸着它，一边挥手和他们打招呼。破案了！众人不禁笑了，原来是抱去哄生生小姐啊，真是爱屋及乌。那就不稀奇了，来，让我们先洗干净小只悠，然后再去找那个渣男算账。苏念生抱着小三花走到水池边，准备给他清理清理。管家见势立即迎了上去，生生小姐，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没事，我简单处理一下就好。沈小溪呢？少爷他刚刚上楼了，好像在洗澡。什么？苏念生闻言脑门皱起一个大写的怒，
他刚才跑得那么快，不是因为太害怕癞蛤蟆了，而是着急回来洗澡。什么意思啊？是嫌弃花园里的泥土把它弄脏了，还是他太过分了？看来真得好好教训一下他了。不过现在还不能上去，万一发生昨天的事情。他洗完小三花的脚后，就一直抱着她坐在沙发上玩，边玩边等沈俊熙。一开始还挺开心，但等了10分钟、20分钟，快1个小时了，他有些耐心耗尽。沈小溪居然还没从浴室里出来，他是有洁癖吗？一个大男生洗澡居然洗了这么久，管家也很纳闷。一般来说，少爷洗澡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这次有点奇怪。而且仔细回想起来，少爷刚才的状态也很不对劲，周身气压很低，好像在极力隐忍着什么。苏念生等困了，长长的伸了个懒腰。恰巧此时少年从浴室里走出来，不偏不倚的刚好看到他无意中露出来的一截细腰，色泽雪白到刺人眼，尺寸纤细到让人想生生折断，触感更是只有亲身经历才知道有多软嫩逼人，逼得人无法自控。一瞬间，糟糕的感觉再度袭来。沈俊熙英挺眉宇紧蹙，笼罩上一层浓浓的乌尘戾气，心底有千万种荒谬又残忍的念头，想在窝在沙发中的少女身上发泄出来，就像刚刚在浴室里想象的那样疯狂。沈小溪，苏念生看到他，眼睛一亮，立即站了起来。你终于出来了，渣男，居然抛下我和小猫咪独自面对癞蛤蟆等等。说到癞蛤蟆，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明明看到小三花正在玩癞蛤蟆，那之前在身底感受到的是，但他还没想明白，楼上少年又走进了浴室。你怎么又去洗澡了？看到表情，终于明白了什么的管家，原来如此。也不怪少爷，毕竟19岁，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纪，很容易受到刺激上火，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就是不知道生生小姐在家里，对他来说到底是幸福还是折磨。京都大学贴吧里连续3天，一条热门话题被置顶讨论：苏念生选修思维经济学，与沈少成为同桌。活久见，第一次看到沈少身边坐着女生。更活久见的是，一个艺术生居然能选修上冯教授的课吧？还是半路上车？不会是因为沈少吧？不然呢？除了沈少，谁还能在冯教授面前说上话？哇，沈少对苏念生这么特别，我死去的 CP 不会又要复活了吧？先别着急复活，还有10余白。我上次还看到苏念生在崇德楼下和他说话呢，估计又在追他。苏念生追10余白还新鲜吗？现在和沈少走得近反而稀奇，何止走得近啊？听说沈少和苏念生成为同桌后，举止可亲密了。可惜冯教授的课上不给拍照，我也不敢轻易拍太子爷。真的假的？该不会沈少在追他吧？怎么可能？人家堂堂沈氏财阀接班人，身后有多少追求者，个个都是白富美，能看上普通人？就是，之间隔着阶级的，怎么不可能？就冲着苏念生的那张脸，都有可能。别忘了，顶级美貌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林以轩刷到这个帖子，气得简直要把手机握碎了。他摔倒在沈少面前，沈少连看都没看一眼，现在却亲自把苏念生安排进了冯教授的课。这个狐狸精到底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贴上去的？第035章公然袒护他，他窝了一肚子火，走进画室，却发现自己的参赛作品不翼而飞了。我的画呢？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周围人凑过来，看到他空荡荡的画板，也纷纷摇头。不知道啊，没注意。是啊，我们才刚来，没看到有人靠近你的位置啊。以轩，你的作品可是最有希望在这届孔雀杯上夺奖的，现在丢了，一定要找回来。说不定是因为有人嫉妒给偷走了，当然要找。他紧急联系学校监控室，说明情况，开始查看记录。由于画室内并没有安装摄像头，只能看到走廊外人来人往。而从昨天他第一个离开画室到刚刚有人进来画画，期间只有一个身影进去又出来过。苏念生，终于让我抓住你了。林以轩眼角陡然变得尖锐，隐隐透着一丝大仇即将得报的快感。生接球。不打了，有点累了。体育馆，苏念生刚打完一场网球，用毛巾擦着额头上的汗，就发现手机里有很多未接来电和消息，有班长的，有位置号码，还有林以轩的。他找他干什么？他选择性打开了班长的信息：苏念生，请现在立即到崇德楼11层美术画室来一趟，有急事找你。画室？好。他疑惑地回复完，收拾东西就朝崇德楼走去。但当到了画室，推开门时，神情却一愣，里面坐满了人，有学生会纪律监管部门的，有美术专业的学生，有班级干部，有他曾经的室友许悦和赵梦涵，还有端坐在正中间的林以轩。一看到他，嘴角就掀起浓浓的讽刺：来了，拖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做贼心虚不敢来呢。苏念生看着他一副准备发难的嘴脸和周围人充斥着好奇、怀疑的眼神，有种自己不知不觉中赴了鸿门宴，即将面临一场未知审判的感觉。你在说什么？他云淡风轻的语气有些激怒林以轩，都到这里了，还装傻呢？
苏念生，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你的画？他平眉。林以轩转脸，好笑的朝身边人摇了摇头。我就说吧。恰好此时画室的门又被人推开了，一道颀长身影走进来。石于白，会长，会长好。众人纷纷起身打招呼。林以轩也面色一喜。于白，你来了。转而朝他冷笑道：我早就料到了你不会承认。班长，请播放监控视频吧。好的。在班长从 U 盘中调出监控视频时，石于白将目光放到了在场唯一一个没有转脸看他的少女身上。她似乎刚刚运动完，纤细脖颈间浮着一层薄薄的汗，显得皮肤愈发白皙细嫩，被浸润领口的运动服下包裹着一对若隐若现的漂亮蝴蝶骨，弧线优雅，脊背笔挺，正专心致志看着投影仪上的视频。以往看到他，或者只是远远听到他的声音，他都是第一个转过身的。视频播放完，林以轩得意洋洋地环着胸，看向苏念生，看向石于白，看向在场的所有人。看到了吧？大家都看到了吧？他这次不仅要让苏念生人设坍塌，名誉扫地，背上学校处分，还要让他把卑劣、难堪、害怕到求饶的一面全都展现在于白面前，让他千百倍的品尝被心上人鄙夷、厌恶的痛苦，就像当初他泼湿的那个书包被沈少嫌弃的扔进垃圾桶一样。天哪，不会真的是他吧？看视频里除了他也没别人了。可是他偷雨轩的话干什么？他们不是好朋友吗？可能只是表象吧。众人看着视频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石于白目光也转移到了上面，看到了。苏念生看完，想起自己确实进过这间画室，但根本没关注过他的画，至于做了什么也懒得向他解释。那又怎么了？能证明什么？那又怎么了？能证明什么？林以轩惊讶于他的脸皮，不可思议地重复一遍：苏念生，你嘴巴够硬的啊！从昨天到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出没过这间画室，身后还背着个书包，竟然还是瘪的，出去就是鼓的了。偷我画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呵，苏念生不禁好笑。我为什么要偷你的画？为什么？林以轩一下子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伸手指着他，眉眼间都透出一股浓浓的嘲弄。还能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喜欢于白，嫉妒他和我亲近，和我。他说着，等待他露出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表情。可不料，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道厉声打断了。够了！他抬起头，看到了脸色冷冽的石于白。于白，这幅画给你造成了多少损失？我来赔。什么？于白，你他刹那间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于白，你为什么要袒护他？周围也此起彼伏地响起一阵讶异嘶声。会长竟然公开袒护苏念生，还要为他亲自掏腰包，弥补损失。他对待所有人、所有事向来都是公平公正的，这还是第一次徇私，而对象居然是他最讨厌的苏念生。许悦和赵梦涵也面面相觑了一眼，这怎么可能？明明，难道石于白并不像平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讨厌生生？众人一片哗然，震惊，朝苏念生投去复杂的目光时，苏念生却嗤的一下笑出了声，恨不得鼓掌。好戏，真是一场好戏啊！他今天莫名其妙的被拉到这里，接受一场莫须有的审判，由林以轩率先朝他泼脏水，肆意污蔑，再由石于白一语盖棺定论，彻底坐实了他小偷的罪名。这对夫妇俩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心意相通，配合默契啊，就和前世把他耍得团团转一模一样。现在他在大家面前表现出一副公然袒护他的虚情假意模样，让他从心底里感到作呕。第036章，苏念生，你用得着这么高高在上吗？你来赔，你怎么赔？苏念生悠悠转身，皮笑肉不笑地朝他看去。打算用我给你母亲的捐款抵吗？一次抵多少啊？他话落，石于白脸色一瞬间僵住了。少女眼中不加遮掩的轻蔑神采，像一根锋利毒针般刺破了他浅薄的自尊，仿佛将他的脸面全都按在脚底下，狠狠践踏。苏念生，你用得着这么高高在上吗？这是第一次，他对他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万年如一日的寒冰般瞳孔中也燃起簇簇火花。周围人的议论更是愤愤不平。天啊，他怎么这样？会长可是在维护他，好赖不分。就是，会长不是他心心念念追了多年的男神吗？现在终于有所回应了，他居然开始作妖了。就算他不领情，也用不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羞辱会长吧？谁不知道他的家庭是底线？可能就是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钱吧。听说他家也就是搞垃圾回收的，也不知道在傲什么他高高在上。他羞辱他，他傲慢。苏念生勾了勾唇，是啊，我一直都是这样，你才发现吗？他现在对他的羞辱，比起他处心积虑多年最后报复给他的千万分之一都不如。前世他确实一直没脸没皮地追在他身后，但他也不是没有给过他回应，就因为这些微弱的暗示、渺小的希望支撑着他一直走下去。可最终呢，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而已。他看了一眼林以轩，从最初就显露了端倪，是他太傻没发现而已。他疯了吧？
竟然敢跟于白这样说话。林以轩一副不可理喻地看着他，难道是今天偷东西被抓了现行，已经开始失去理智，口不择言了？刚好他要趁机一举挫了他的锐气。他还要开口，门忽然被人打开，一管253的辅导员走了进来。辅导员，苏念生他大体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辅导员抬了抬手，看向班长，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搞清楚？是不是一场误会？班长摇了摇头，没有。苏念生他不愿意解释。他哪里是不愿意解释？林以轩在一旁阴阳怪气，分明是铁证如山，只能默认了。辅导员又看了一遍视频，看完后走到苏念生身边，念生，我知道事情与你无关的话，你不屑于自证，但现在双方为此僵持不下，如果你不能把进入画室的动机和过程解释清楚的话，老师也很难还你清白。他刻意把语气放平和，试图软化几分他的态度。解释？苏念生看向一画室的人，联手给他定下罪名的林以轩和石于白，满眼怒火的学生会纪律监管部门纷纷投来质疑目光的同学，还有沉默不语的许悦和赵梦涵，他们一个个早已在心底认定了他就是偷画的人，解释又有用吗？不得不说，林以轩这次准备挺充分的，把能叫来的人全都叫来了，卯足了劲想把这口黑锅扣在他头上。咦，那不是生生妹妹吗？走廊里，段成宇拍着球经过，余光不经意瞥到画室里的场景，一下子刹住了脚步。里面这么多人，真热闹啊！生生妹妹站在中间，是准备表演节目呢。可惜俊哥不在，欣赏不了他顺着玻璃往里面看。可看着看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人的善意和敌意是很容易区分出来的。等等，钟哲，我怎么瞅着里面氛围不太对呢？他们好像在合起伙来欺负生生妹妹。钟哲看去不是好像。下一秒，他推开了门。画室里，众人正在等待着苏念生解释。忽然看到两道光鲜的身影出现在面前，钟哲和段成宇。是太子党，他们怎么来了？一群学生会和艺术系的女生顿时激动了起来。林以轩见势，心底也瞬间升起了几丝雀跃。真是天助他也！今天居然这要巧，钟少和段少也来了。他们可是沈俊熙最好的朋友，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转告他，揭露苏念生的真实面目，沈少就绝对不会再被他的表象欺骗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段成宇一进门就站到了苏念生身边，而钟哲只是看了一眼屏幕，就对现场的情况一目了然。苏念生他偷了林以轩刚要添油加醋，大肆渲染苏念生的罪行，钟哲就打断了他，径直看向人群中的少女：“你拿那幅画了吗？”苏念生：“没有。”好，他点了点头，将众人目光重新引到视频上。这段监控视频好像不完整吧？是完整的啊！班长一脸迷惑，信誓旦旦的保证：“这段视频是我亲自从校监控室拷贝过来的，没有任何遗漏。我的意思是，它缺少了夜间内容。”哦，辅导员解释道。学校的摄像头安装地都比较早，为匹配红外线发射装置，所以夜间画面都是一片漆黑，就算调出来也没有参考价值。那怎么证明夜晚没有人进入过这间画室呢？钟哲反问，众人一下子懵了，尤其是林以轩。他什么意思？他还打算把苏念生的恶行全都告诉他们，让他们转告沈少。可他们竟然一进来就不分3721，直接为苏念生辩解。凭什么？苏念生到底都给他们吃了什么迷魂药？不可能！画室的门晚上6点会定时上锁，如果有人要进入偷画，只能撬锁或者砸窗，可是现场一点痕迹都没有呢，这你怎么解释？我说有人进来偷画了吗？钟哲目光凉凉地看着他，这位同学怎么一口咬定画室被人偷了？是知道点什么吗？是啊，段成宇摸着下巴，也奇怪地看着他，你该不会是在这里贼喊捉贼吧？当然不会，我怎么可能自己偷自己的画？林以轩顿时有些急了，我这么肯定，是因为知道偷画的人只能是苏念生。林以轩，辅导员闻言皱眉，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要随便下定论。林以轩咬着牙，证据都在这摆着呢，不是他还会是谁？就算是有钟少为他诡辩，事实就是事实。钟哲，这间画室的负责人是谁？第037章，原来是误解了他以前是艺术系的赵老师，但最近学校举行孔雀杯绘画大赛，就临时把钥匙交给了负责这个项目的刘主任接管。有他电话吗？辅导员，有，麻烦请他过来一趟。好，不愧是拿下医学国贸双学位的智商天花板啊，一眼就能注意到别人发现不了的细节，逻辑清晰的也不会被人带着走。是啊，我在贴吧里看过钟少的人物分析帖，智商足足有140呢，说是天才都不为过。太子党中的人真是个个都名不虚传，有权有势，还有颜有才。画室里，众人仿佛都嗅到了事情有转机的气息，窃窃私语。段成宇挑眉，碰了碰钟哲的肩膀，兄弟，被你装到了。林以轩看着大家开始动摇的态度，不由得愤怒，一群墙头草。就算钟少质疑，就算找来了刘主任又怎么样？只会把这件事越闹越大，大到无法收场的地步。他等着看苏念生的笑话。
在等待的间隙，苏念生看向钟哲和段成宇，黛眉间浮起几丝疑惑。段成宇察觉到，朝他飞了一个安心的 wink。生生妹妹，别担心，钟哲只有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会下达命令，这件事绝对能完美解决。他不是担心，而是疑惑，他们为什么这么相信他？仅凭他简单的没有2个字，连个解释都不需要。上大学以前，他和沈俊熙几乎天天腻在一起，没有时间结交其他好朋友。钟哲和段成宇也是在大学之后，他开始追石于白，与沈俊熙的关系渐渐疏离时，才和他走得近的。同他认识更不过几天而已，深入了解都没有，更别提这么重的信任了。现场连熟悉他的老师、同学和室友都沉默不语。但他想了想，又想通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沈俊熙在这里，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他，那么他的好朋友当然也会。不一会儿，刘主任就赶到了画室。哦，抱歉，大家误会一场。他一进来，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解释道：“孙老师，昨天晚上孔雀杯绘画大赛的投资商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文南路举办了一个文艺画展，一大早就开始，希望临时从学生们备选的作品中选出几幅画参加展览。我就连夜赶到画室里，挑了一幅已经完成的送了过去。赶巧了，今天的工作量又特别大，一忙起来就忘了告诉你们。对了，我记得作者是林以轩同学，对吧？”他说完，看向人群中，林以轩却脸色一白，身子都不觉后退了几步。怎么会这样？不是苏念生偷的，是刘主任拿走的。石于白也抬起了头。画室里众人更是惊讶不已，看向苏念生的眼神里纷纷充满了愧疚和歉意。原来是这样啊！啊，林以轩不是言之凿凿画被偷了吗？这不是耍人吗？怪不得苏念生刚刚对会长的态度那么差，谁被冤枉了不生气啊？都怪林以轩画丢了，自己不好好调查清楚，上来就一顿污蔑校花，害得我们差点也变成了帮凶。就是生生。许悦和赵梦涵想上前说点什么，但一想到刚刚他被林以轩指证的时候，他们一句话都没说，又沉默了。好像有点太晚了。辅导员听完摇了摇头，责怪地看了一眼林以轩。好了，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大家就都散了。不对吧？段成宇忽然拔高声音走到了林以轩面前。这位同学，今天纠集一群人在这里，无凭无据的空口污蔑我生生妹妹，现在事情水落石出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就想走。确实。班长一脸严肃地看着女生林以轩，你确实应该向苏念生同学好好道歉。林以轩死埋着头，连抬都不敢抬。他今天本来想利用这个机会让苏念生彻底名誉扫地，沦为人人喊打的小偷，可没想到弄到最后竟然是一场乌龙，自己反倒成了众人笑柄，羞愤难堪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石于白看向苏念生，眼底光芒明灭闪烁，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后者唇边便流溢出一丝淡淡讥笑。不用，就算他道歉了，我也不会接受。也是，段成宇耸了耸肩，这种人的道歉也不值钱。钟哲、段成宇，谢谢你们。嗨，和我们说什么谢字啊？见外了不是？这里人太多，空气闷得慌。生生妹妹，咱们出去聊吧。好，他转身离开。石于白的视线一直跟随着，从刚才他站在画室里到现在离开，中间无论是面临众人的指责，还是被怀疑、冠上罪名，亦或是最后洗清嫌疑，他的表情一直都是淡淡的，淡的好像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淡的好像和他不是一个世界。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密密麻麻如瓢泼般从天而降，在校门口困住了很多学生。我说空气怎么忽然这么闷得慌？原来是下雨了。段成宇百无聊赖地拍了拍手里的球，看来今天这球是打不成了钟哲。等等吧，半个小时内应该能停。他们在走廊里驻足2分钟后，画室的人也纷纷走了出来。怎么下雨了？是啊，天气预报也没提示。这么大的雨，跑回宿舍浑身得湿透了，也不知道得等多久。石于白看着站在廊檐下的少女，一双干净小白鞋肩被砸下的雨滴浸湿，染上几分泥泞，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一把伞。林以轩看到他撑开伞朝苏念生走去，瞪大的眼睛里先是不可思议，而后被深深的愤怒卷袭了。今天苏念生让他在同学、老师面前颜面尽失，现在在于白这里，他绝对不能再输了。第038章修罗场。沈少当众抢夺小公主啊！他一脚踏入水坑，尖叫出声，随即缩回身子，满眼楚楚可怜地看向石于白。于白，雨太大了，我穿着这双阿姨亲手做的鞋子回宿舍，肯定会弄湿的。石于白身影忽地怔住了，旁边一群人也纷纷八卦地看去。此时他左手边的是一直死心塌地喜欢、追求他、愿意为他一掷千金的校花，右手边的则是2家关系好到都住在一起、情同兄妹的林以轩。他会选择谁呢？他们一直都挺好奇的。几秒钟过后，石于白转身将手里的伞交给了林以轩。果然，众人像是早已料到了似的，齐齐朝苏念生投去或同情、或怜悯、或可惜、或看热闹的目光。在这段不对等的感情里，他扮演的一直都是个一厢情愿的角色，无论长得有多美，
付出有多少，校草不爱就是不爱，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上杆子倒贴而已。谢谢于白，你对我最好了。林以轩接过伞，表情得意的恨不得贴到苏念生脸上炫耀。就算你会伪装，会勾搭人又怎么样？你最喜欢的、最想得到的人，永远只会选择我，而不会看你扮演。操！段成宇在一旁看着，忍不住磨了磨牙，爆了粗口。这个小白脸一边想吊着生生妹妹，一边又舍不下其他女生，真是够渣的，看得我拳头都硬了。真不明白，生生妹妹到底看上他哪点了？苏念生也被他们恶心到了，懒得在这里看戏，举起书包，刚要冒雨走人，石玉白就转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苏念生在这里等我，他话音未落，就被一道低沉的汽车引擎轰鸣声打断了。众人好奇地抬起头来，只见阴雨连绵水雾中，一辆纯黑色科尼赛克 Gemera Mega GT 4座超跑如幽灵般迅速从车流不息的繁华街道中分出，径直驶向校门口。那被雨水冲刷着，闪烁出未来科技与力量的冷冽色泽，极致流畅而动感的优美线条，还有无比低调奢华的外形，无一不给人以强大的冲击力，让在场的人都不觉目瞪口呆。这是科尼赛克吗？那款全球限量发行的顶级超跑，居然能在这里看到，开了眼了！哇塞，太帅了吧，像一头雨夜怪兽。何止帅，价格也很惊人，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我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在电视世界车展上看到了呢。是啊，真想知道车主是谁，怎么会来咱们学校？一片议论声中，科尼赛克在20米开外停下了，众人纷纷踮起脚尖，翘首以盼，争相观望车主的长相。驾驶座被打开，司机撑起一把巨大黑伞，朝后面走去，俯身开门。入目是一只漆黑锃亮的男士皮鞋，鞋袜与裤管之间凸起的踝骨又 A 又玉，往上则是近1.9米，巍然耸立的英挺身高。他似乎刚刚从某场华丽的宴会中走出，身着一袭高级手工定制西装，得体裁剪勾勒出宽肩窄腰、俊拔长腿，将清贵逼人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张顶级优越的脸庞，分明棱角隐匿在伞布的阴影之下，每走过来一步，浑身都散发出金贵摄人的气质。沈俊熙，天呐！众人见势不觉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比车还帅的是人，竟然是沈少，那就可以理解了啊！第一次看到沈少穿正装，简直帅死了，就像天神降临一样，看得我腿都软了。靠！忽然理解学校里的那些脑残女粉了，我一个男生都看得挪不开眼睛。不仅是他们震惊，苏念生也惊了，实在是沈小溪今天帅得太超过了。看惯了他平时穿着休闲或者运动服散漫不羁的模样，乍得换上西装，浑身褪去少年的青涩感，增添了几分成熟魅力。每一根发丝好像都在闪闪发光，英俊倜傥的让他心跳不绝都漏了一拍，太惊艳了！哇！熟悉他如段成宇都被帅得晃了一下神，反应过来后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帅呆了！钟哲，你今天装了个小的，俊哥直接装了波大的。钟哲扬眉，俊熙怎么来了？嘿嘿，没想到吧？段成宇得意洋洋地晃起手机，微信界面上只有一句话和一个定位：俊哥，生生妹妹和石玉白在一起呢。实时位置：京都大学，兄弟始终快你一步。他刚才一进画室，看到石玉白就给俊哥发去了这条消息。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正在一盟慈善宴会上谈跨江大桥的项目，这么重要的生意，说来就来了。钟哲想着，摇了摇头，笑了。还曾未见过他这样，真是在意极了苏念生。当空雨势渐大，水滴成丝丝缕缕的烟雾，弥漫在灰青色无边天际，远远看去，就像被泼上了一层浓墨。少年撑着一把黑伞，徐徐朝他靠近，如同中世纪的王子般英俊的不切实际。学校、马路、汽车、人群一时间好像都消失了，天地间只剩下他一人，无端生出一股宿命感。直到手臂上沉稳的力道传来，苏念生才恍惚清醒。沈俊熙从石玉白手中夺过了他。你怎么来了？少女一脸惊疑，看着伞面完全覆盖了过来。沈俊熙，我来接你。周围立即响起一片喧天哗然。天哪，沈少竟然是专门来接苏念生的，他们是什么关系啊？刚刚沈少从石玉白手中抢过苏念生的动作，好帅好强势啊，妥妥的一枚霸道总裁。3只手的画面看得我心脏直颤，简直是修罗场啊！沈少和苏念生该不会真像贴吧里传的那样暧昧吧？绝无可能，沈少这么尊贵的身份，怎么可能和普通人扯上关系呢？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苏念生看着他，眼角弯弯，不禁漾起几分雀跃光芒。看到他无端的刚才被污蔑、指责和投以异样眼光的恶心、烦躁情绪全都一扫而空。明明是阴雨天，心情却阳光灿烂。第039章，刺激又羞耻。沈俊熙狭长眉峰轻挑，墨色瞳孔中涌动着悠悠情愫。苏念生，你到底有多迟钝啊？苏念生，哎，连我追了你这么久都不知道。话落，一旦激起千层浪，校门口围观的所有人一个个下巴都快掉到地上，
砸碎了，只有10余白，脸色刹那间变得阴沉无比。沈少，这位权势滔天的金圈太子爷，居然真的在追苏念生，还是你在装傻？沈俊熙注视着他，眼角弧度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浓自嘲，故意不想搭理我。什么？在追苏念生就算了，还不被他搭理？欢迎，听听这像话吗？哎，苏念生更猛了，不待他反应，少年就欺身上前一步，修长挺拔身影完全遮挡住他眼前的光，然后微微低头，零碎短发在他白皙脖颈间缓缓磨蹭，轻声呢喃请求，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吧，今天给我这个机会，不要那么狠心，好不好？这一幕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少女心，除了林以轩，脸色灰黑的像踩在脚底下的石砖。霸道太子爷暴改顺毛小奶狗，还会哼哼唧唧、贴贴蹭蹭的撒娇，这谁受得了啊？尤其沈少，平时还是个高不可攀、不近女色的人，什么时候向谁展露过这样的一面？上位者为爱低头、臣服、甘愿示弱，就算是偶像剧里的浪漫情节，比起这一幕都逊爆了。众人纷纷看向苏念生，还有10余白，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在呼啸：有这样的天才追求，还要什么自行车啊？沈俊熙一边低声撒娇，一边慢慢掀眉看向旁边男生，那凌冽锐利的目光像一把染了剧毒的刀，无声向他宣战，与温柔乖顺的声音截然不同。感受到他炽热的气息喷洒在脖颈，苏念生身子一僵，随即反应了过来。沈小溪，这是在为他出气？真有他的！他唇角微微翘起，抬起手，一脸故作骄矜道：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一次吧。正在激烈对峙，从容自若表情中透露出无比自信的10余白，在听到女孩的回答时，目光陡然一颤。他说什么？我的荣幸。沈俊熙牵过他，眼角眉梢都环绕着笑意，像是发自心底的欣喜，又像是在庆祝胜利。10余白表情彻底凝固住了，这是第一次他在他面前选择了别人。大雨滂沱，笼罩着一对渐行渐远的耀眼身影。沈俊熙手中的伞倾斜，如同他的偏爱一般，全都落在少女身上，丝毫不在意自己的100万名贵西装是否被雨水打湿。引得校门口响起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喟叹声。所有人之前对苏念生可怜、同情、看热闹目光，现在全都变成了羡慕、羡煞。不可置信，沈少居然看上了苏念生，他也太好命了吧！还那么宠，那么体贴，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啊！刚才还在嘲笑苏念生怎么追时余白都是白费功夫，现在看来他是丢了芝麻捡了个大西瓜吧？比喻多少有点不恰当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可不止这一星半点，那是天壤之别。啪啪啪，看了一场大戏的段成宇忍不住骄傲地鼓起了掌，真有俊哥的，这么会，这回拿下生生妹妹还不妥妥的？雨天、豪车、帅哥，告白他不信，有哪个女生能拒绝得了这套丝滑连招？